春天是在王璐杰没有注意的时候来的，不是日历上那个春天，是真正的春天。柳絮开始飘了，河面上的冰彻底化干净了，风从南边吹来，带着暖意，像一只温柔的手，一遍一遍地抚过这片被末日摧残过的土地。末日结束后的第43天，王璐杰已经不再数日子了，他只是在每个清晨推开铁门，看看河岸上的那片草地，看看白色的小花开了多少，看看搪瓷盆还在不在。搪瓷盆一直在那里，被风吹日晒雨淋，瓷面剥落的更多了，露出下面大片大片的黑铁，像一个长了老年般的沉默的老人。盆里的泡面早就被风吹走了，他又放了一包，又被吹走了，他又放了一包。现在盆里的那包泡面是他昨天放的，面饼上用石头压了一张纸条，纸条上用圆珠笔写着4个字：等你回来。赵秀兰的红薯干晒好了，她把红薯干装在塑料袋里，扎紧口，放在防空洞最干燥的角落，说能放一个春天。他爸把竹篙磨成了真正的武器，尖头磨得能当真使，但他不再随身带着了，而是把它靠在铁门后面，像一个不再需要的但舍不得扔掉的纪念。叶真真的脚好了，伤口愈合了，结的痂掉了，新长的皮肤是粉红色的，比周围的皮肤嫩得多，像一块刚补好的补丁。他没有离开防空洞，不是因为没有地方去，是因为他选择了留下，就像王璐杰选择了留下，就像所有人选择了留下。不是因为没有选择，是因为这里有粥喝，有红薯干吃，有人在等你回来。林不凡和张小雅没有再出现过，也许他们离开了这座城市，也许他们躲在某个角落里，也许他们变成了和王璐杰一样的人，在末日后的废墟中重新学习如何生活。名单被公开了，王璐杰在末日结束后的第7天，通过叶真真找到的短波电台，把 U 盘里的内容传遍了所有还能收到信号的频率。7份名单，7轮末日，成千上万个名字。林不凡的名字在所有幸存者的心中，从一个可能的英雄变成了一个确定的罪犯，不是法律的罪犯，法律已经在末日中失效了，是道德的罪犯，是人心的罪犯，是所有那些在名单上找到了亲人名字的人的眼泪的罪犯。张小雅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名单上，她不是优先利用的目标，她是协助利用的工具。王璐杰没有在广播中提到张小雅，不是因为他宽恕了她，是因为张小雅这个名字不值得占用末日结束后的任何1秒电波。有些人不值得被记住，王璐杰记得的人只有一个。第44天清晨，王璐杰照例推开了铁门，晨光涌进来，他在门槛上坐了一会儿，等眼睛适应外面的光线。柳絮在空中飘着，像无数颗微小的白色的没有重量的星星。河面上起了薄雾，对岸的水塔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个正在退场的最后的演员。他站起来，沿着河岸走，这条路他走了43天，每一天都走，走出了2条浅浅的被脚步压实的痕迹，像2条平行的小路，通向那个他放搪瓷盆的地方。野草长高了，高到了他的膝盖，草叶上挂着露水，打湿了他的裤腿。白色的小花比他上次来的时候多了很多，不是1朵2朵了，是一小片一小片的，像有人把一把碎银子撒在了草地上。搪瓷盆还在，泡面还在，石头还在，纸条还在。他蹲下来，把纸条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行新的字：第44天，红薯干晒好了，给你留了一袋。他把纸条重新压在石头下面，站起来，转过身，准备像过去的每一天一样，沿着那2条被他的脚步压出来的小路走回去。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不是风，不是河，不是鸟，不是任何他能叫出名字的东西发出的声音，是一个脚步声，很轻很慢，像是走了很远的路，终于走到了目的地。在最后一步落下的时候，不知道该用多大的力气，那个脚步声响了一下，停了，然后又是一下，又停了，像一个人在试探自己是否被允许存在，像一个人在被拒绝了无数次之后，还在小心翼翼的、卑微的、不死心的尝试最后一次。王璐杰没有回头，不是不想回头，是怕回头发现什么都没有，是怕回头发现有什么，是怕这一切又是梦，是怕这一次不是梦。他站在这44天来每天都站的同一个位置，保持着每天转身离开时的同一个姿势，一动不动，像一尊被时间冻结的不敢呼吸的雕塑。那个脚步声在他身后3步远的地方停住了，然后是一个呼吸声，不平稳，不均匀，像一台很久没有使用过的机器在重新启动时发出的那种断断续续的
带着金属摩擦声的喘息，那呼吸声里有风霜的，有长途跋涉后的疲惫，有一个人在极度的恐惧和极度的希望之间来回摇摆时特有的那种短促的、不规则的节奏。王璐杰的眼睛模糊了，不是眼泪，是雾气，是清晨的河面上的他每天都会穿过的那些薄雾，不知怎么钻进了他的眼眶里，把他眼前的世界变成了一片模糊的、流动的、无法聚焦的水彩。他深吸一口气，转过身，晨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眯着眼睛，透过那片模糊的光和雾和泪，看到了一个人形的轮廓，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穿着一件灰色的看不出原来颜色的衣服，头发很长，遮住了半边脸，乱得像一个鸟窝。他的手里没有拿着搪瓷盆，没有拿着泡面，没有拿着任何东西，他的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微微发抖，像一个不知道自己该把手放在哪里的人。他的脸被头发遮住了大半，但王璐杰看到了他的眼睛，那双眼睛是深棕色的，阳光下会泛出琥珀色的光，不是空洞的，不是玻璃珠一样的，不是被格式化了61次之后的那种什么都没有的灰色。那双眼睛里有光，微弱但真实，像一盏在暴风雨中摇晃了很久，所有人都以为它已经熄灭了的灯，在风停雨歇后的第一个夜晚重新亮了起来。王璐杰的嘴唇在抖，他想说话，想说你回来了，想说我等你很久了，想说泡面凉了，我再给你泡一碗，但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他的喉咙被太多的东西堵住了。44天的等待，61轮的轮回，1024个平行时空中1023次失败的尝试，以及此刻在这1024个时空中第一次成功了的，站在他面前的，从意识的尽头走回来的，带着一身风霜和疲惫和不确定的穆之成。他看着他，他看了很久，久到晨光从金色变成了白色，久到河面上的薄雾散尽，露出了对岸的水塔，久到柳絮落在他的头发上、肩膀上、手背上，像一朵朵微小的白色的迟迟不肯融化的雪。然后他开口了，他的声音沙哑，像很久没有说过话，像一个在沙漠中走了很久的人终于找到了水源。第一口水咽下去的时候，喉咙会因为太久没有使用而发出撕裂般的疼痛，但他还是开口了。他说了3个字，不是我回来了，不是对不起，不是谢谢你，是3个王璐杰从来没有在任何一轮末日中听到过的，没有任何一个平行时空中的穆之成对任何一个王璐杰说出过的字。我记得王璐杰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不是一滴一滴的落，是决堤的洪水，是憋了太久的，被压抑了太多次的，在所有眼泪都应该已经流干了之后又重新涌出来的，像河面解冻时冰层碎裂的那种眼泪。他哭着往前走了一步又一步又一步，走到了他面前，伸出手碰了碰他的脸，他是热的，不是搪瓷盆的那种烫，不是红薯粥的那种热，是人体的，活人的，有血有肉的温度。他的皮肤下面有血液在流动，他的肌肉在他指尖的触碰下微微收缩了一下，像一个太久没有被任何人碰过的人，在第一次被触碰时，整个身体都会不自觉地做出反应，不是退缩，是不敢相信。王璐杰把手贴在他的脸上，掌心贴着他的颧骨，手指插进他乱糟糟的头发里。他的头发很脏，打了结，有灰尘，有泥土，有不知道走了多长的路才留下的各种痕迹。他的手在他的头发里停住了，不是因为脏，是因为他感觉到了，在他的头皮下面，在他的颅骨之内，在他的大脑最深处，有什么东西在跳动，不是血管，不是神经，是意志，是那3%的，从61次格式化中残存下来的，在他每天放在搪瓷盆里的那包泡面和那张写着等你回来的纸条中，一点一点长大，一点一点发芽，一点一点从意识的尽头穿过所有平行时空，走过所有他不知道名字的路，终于走回到这片河岸，走回到他面前的意志，3%变成了100%，不是系统检测到的，是他感受到的。在他的指尖下，在他的皮肤和头发之间，那100%的意志不是冷冰冰的数据，是热的，是活着的，是会因为他的触碰而微微颤抖的。王璐杰踮起脚尖，把嘴唇贴在了他的额头上，不是吻，是一种更古老的、更原始的，在语言诞生之前，人类就已经在使用的，表达你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的方式。他的嘴唇贴着他额头上的皮肤，感受着他的体温，他的脉搏，他因为太久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而微微急促的呼吸。穆之成，他贴着他的额头说：“你回来了。”他的身体在他的怀抱中猛地一僵，像一个被电击了的人，所有的肌肉同时收缩，
所有的骨骼同时震了一下，然后他动了，他的手从身体两侧抬起来，缓慢的、犹豫的，像一台生了锈的机器在重新启动，一点一点的，一个关节一个关节的抬起来，最后落在了他的背上。他的手很轻，像怕用一点力它就会碎。像一个在沙漠中走了很久的人，终于找到了水源，不敢大口喝，怕一喝就没了一样的那种小心翼翼的、卑微的、让人心碎的轻。他把脸埋在他的肩窝里，像一只被遗弃了很久的，终于被人捡起来的，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表达感激和委屈和释然的动物。他没有哭，但他的整个身体在发抖，抖得像个筛子，抖得王璐杰不得不把他抱得更紧，紧到他的手臂发酸，紧到他的骨头和他的骨头之间没有一丝缝隙。你等了我多久？他问。他没有回答，他的声音从他的肩窝里传出来，闷闷的，像一个从很深很深的水底浮上来的气泡。从你出生的那天开始等的。王璐杰抱着他笑了，不是苦笑，不是微笑，是那种从身体最深处涌上来的，止不住的，像小孩子一样的笑，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笑得露出了后槽牙，笑得整个人都在发光。他笑了很久，久到穆之成从他肩窝里抬起头来看着他的笑脸，自己脸上那个不好看的、嘴角在抖的、眼眶是红的笑容也跟着慢慢的浮现了出来。两个人在河岸上笑着，晨光从他们身后照过来，在他们面前的草地上投下两个交叠在一起的影子，像一棵树，两个分叉的枝丫终于长在了一起，分不清哪根是谁的。笑声传到了河对岸，传到了水塔，传到了防空洞扮演的铁门里。赵秀兰正在切红薯，当悬在半空中，停住了。他爸叼着烟，烟灰已经很长了，灰白色的烟灰在阳光下像一小节快要断掉的枯枝。叶真真坐在行军床上，手里拿着一本从物资堆里翻出来的缺了封面的旧书，书页很久没有翻动了。三个人同时抬起头，同时看向铁门的方向，谁都没有说话，但三个人同时放下了手里的东西。赵秀兰放下了刀，他爸拿下了烟，叶真真合上了书。三个人同时站起来，同时走向铁门，同时推开了那扇扮演的、生锈的、见证过末日和重生和所有等待和归来的铁门。晨光涌进来，照亮了他们的脸。河岸上，王璐杰站在野花丛中，他的身边站着一个人，一个穿着灰色衣服，头发乱得像鸟窝，脸上有一道疤，但眼睛里有光的男人。他的手握着他的手，十指交握，像两把钥匙插进了同一把锁。赵秀兰站在铁门口，看着那个男人，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走回灶台边，重新拿起了刀，继续切红薯。他切得很慢，切得很厚，但他切得很认真，像一个正在准备一顿很重要的饭的人。妈，王璐杰的声音从铁门外面传来。多熬一碗粥。赵秀兰的刀顿了一下，她没有回头，但她笑了，那个笑容在她眼角的皱纹里漾开，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涟漪一圈一圈的扩散，扩散到她花白的头发、粗糙的双手、佝偻的脊背上。她笑着往锅里多加了半瓢水，多加了一把米，多加了几块红薯。灶台上的火更旺了，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红薯的甜味和米的香味在晨光中弥漫开来，飘出了铁门，飘过了水塔，飘过了河岸，飘到了每一个正在醒来的人身边。王璐杰牵着穆之成的手走进了铁门，他爸站在门边，嘴里叼着那根烟灰已经很长了但始终没掉的烟。他看着穆之成，看了好几秒钟，然后伸出手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穆之成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没有说欢迎回来，没有说好好对他，没有说任何一句一个父亲应该在这种时刻说的话，他只是拍了一下，像拍一株他一直在浇水的终于开花了的花。穆之成看着他，嘴唇动了一下，似乎想叫一声叔叔，但那个称呼在他嘴里像一块石头，太大太硬，他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他从来没有叫过任何人叔叔，从他有记忆以来，他就没有对任何长辈使用过任何亲昵的称呼。他不知道该怎么叫，不知道被叫的人会怎么回应，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叫。他爸看着他那张欲言又止的脸，把那根烟重新叼回嘴里，说了一句让穆之成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叫什么都行，不叫也行。进来吃饭。穆之成的眼眶红了，他跟着王璐杰走进防空洞，走过那堆红薯干，走过那根靠在墙角的竹篙，走过那张折叠桌和4把折叠椅，走到了灶台边。赵秀兰正在盛粥，1碗、2碗、3碗、4碗、5碗，5碗粥，5双筷子，
5个碗。他转过身，把第1碗粥递给了穆之成。穆之成接过那碗粥，碗是烫的，粥是稠的，红薯是橙色的，米是白的，姜丝是黄的。他捧着那碗粥，站在灶台边，看着碗里冒出的热气在晨光中袅袅升起，像一条条透明的会跳舞的丝带。他看了很久，久到赵秀兰以为他不喜欢吃，刚要开口说不喜欢吃红薯吗？下次给你煮白粥。他低下头喝了一口，然后他蹲下来，把脸埋在碗里，像一只终于喝到了水的在沙漠中走了很久的动物，大口大口的喝，喝到呛了，咳了几下，继续喝。粥从他的嘴角溢出来，顺着下巴往下淌，滴在地上，1滴、2滴、3滴，分不清哪些是粥，哪些是眼泪。王璐杰蹲在他旁边，把1碗粥端在自己手里，慢慢的喝。他没有看他，没有说慢点喝，没有说别哭了，只是和他并排蹲在灶台边喝粥。2个人蹲在一起，肩膀挨着肩膀，像2个刚从一场漫长的、黑暗的、没有尽头的隧道中走出来的人，在出口处看到了光，但还没有适应光的亮度，需要蹲一会儿，需要互相靠着，需要喝1碗滚烫的粥，才能慢慢的、慢慢的站起来，走进光里。防空洞外面，太阳升到了水塔的上方，阳光从铁门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土墙上画出一道道金色的、细细的、像琴弦一样的光线。那些光线落在旧报纸上，落在蜘蛛网上，落在赵秀兰切了一半的红薯上，落在那5碗红薯粥上，落在王璐杰和穆之成并排蹲在一起的2个交叠在一起的影子上。春天真的来了，不是日历上的春天，不是节气里的春天，是真正的、有温度的，能看到种子发芽，能看到花蕾绽放，能看到一个人在经历了61次轮回和44天的跋涉之后，终于端着1碗红薯粥蹲在灶台边喝出了眼泪的春天。王璐杰喝完了粥，把碗放在灶台上，站起来向穆之成伸出手。穆之成放下碗，握住那只手，站起来，2个人的手交握在一起，十指紧扣，像2把钥匙插进了同一把锁，像2棵树在泥土深处根系纠缠在一起，像2条河流在某个不知名的但地图上永远会标注的位置汇合了。从此，那条河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不是任何地图上写的名字，是在所有经历过或听说过这场末日的人心里，那个名字是回来。他回来了，他回来了，他们都回来了，不是回到末日前的世界，那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是回到彼此身边，回到这个有红薯粥、有搪瓷盆、有柳絮、有白色小花的春天里，回到一个普通的、不起眼的，但值得活下去的日子。末日结束了，春天开始了。王璐杰在防空洞的铁门上挂了一块木牌，木牌是他爸用竹篙剩下的边角料做的，上面用烧焦的树枝写了3个字，不是避难所，不是安全屋，是等你的地方。穆之成看到那块木牌，站在铁门前，伸出手摸了摸那3个字。木牌被太阳晒得很暖，笔画里的胶痕在他的指尖下像一道道浅浅的、永远不会被磨平的刻痕。他摸了一遍，又摸了一遍，然后转过身，面对着他从意识的尽头走了44天才走到的这个地方，面前站着的人和身后那扇不需要锁的铁门。我不走了，他说。王璐杰看着他，看着他被晨光照亮的，终于不再空洞的、有了光的眼睛，看着他乱糟糟的头发和脸上那道不再狰狞的疤痕，看着他穿着那件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才走到这里的灰色衣服，站在他的面前，像一个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的、不用再赶路的旅人。他伸出手，牵住了他的手，2只手握在一起，手心贴着手心，温热贴着温热，心跳贴着心跳。我知道，河面上又起风了，柳絮从河对岸飘过来，像一群白色的、迷路的蝴蝶，在晨光中翩翩起舞。风穿过水塔，穿过防空洞的铁门，穿过那块写着等你的地方的木牌，吹到了这片河岸上，吹动了那些白色的小花和搪瓷盆里的泡面和石头下面的纸条。纸条被风吹得翻了个面，露出了王璐杰早上写的那行字：第44天，红薯干晒好了，给你留了一袋。下面多了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像一个刚学会写字的孩子写的。我吃到了，很甜。铁门半掩着，门缝里透出 LED 灯的白光，锅铲碰铁锅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还有赵秀兰的唠叨声：叶真真，你帮我包几瓣蒜，那个蒜在蓝袋子里。对对对，就是那个。老王，你别在门口抽烟，进来帮忙摆桌子。露露快回来了。王璐杰推开了铁门，所有人都停下手里的动作，
看向他，赵秀兰的锅铲悬在半空中，油滴从铲子上滑落，在灶台上溅起一小朵油花。他爸嘴里叼着烟，正在把折叠桌的腿一根一根的掰开。叶真真手里捏着3瓣蒜，蒜皮挂在指尖，像几片小小的白色的花瓣。没有人问他去哪了，没有人问他经历了什么。他妈看了他2秒钟，然后转过身去继续炒菜。锅铲碰铁锅的声音重新响起，赵秀兰的声音从油烟中传出来，带着那种刻意压制的、假装一切都很正常的颤音。回来了，粥在锅里。他爸把折叠桌的最后一条腿掰开，往旁边挪了挪，给他让出了一个位置。叶真真把包好的蒜瓣放在案板上，走到他面前，伸出手。王璐杰以为他要拥抱，但叶真真只是握住了他的手，把什么冰凉的东西塞进了他手心里。一把折叠刀，就是他在防空洞里掉落的那一把。你的刀，叶真真说，我帮你捡回来了。王璐杰握着那把折叠刀，刀刃收着，金属手柄被叶真真的手温捂热了。他低头看着那把刀，忽然笑了，不是苦笑，不是微笑，是一种从身体最深处涌上来的、止不住的，像小孩子一样的笑，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笑的露出了后槽牙，笑的整个人都在发光。赵秀兰从厨房探出头来，看到她女儿在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她笑的时候没有发出声音，只有嘴角往上翘，眼角的皱纹像扇子一样展开，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这些年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担心，所有的妈等你吃饭了。赵秀兰说，折叠桌上摆着4菜一汤，炒青菜、西红柿炒蛋、红烧肉罐头热了一下，凉拌黄瓜，紫菜蛋花汤。末日降临后的第3天，在这个丧尸围城的废墟世界里，有一家人坐在水塔下面的防空洞里，吃了一顿像模像样的晚饭。没有筷子，叶真真用美工刀削了几根树枝当筷子，树枝是柳木的，带着一股淡淡的苦味。王璐杰用树枝夹了一块红烧肉，肉很咸，罐头的那种咸，但在柳木的苦味和末日后的夕阳中，那种咸变得刚刚好。他吃了3碗米饭，他爸吃了2碗，他妈吃了1碗，叶真真吃了2碗半。4个人把所有的菜吃得干干净净，连紫菜蛋花汤里的蛋花都捞干净了。吃完之后，赵秀兰从物资堆里翻出1袋茶叶，沏了一壶茶，没有茶具，用搪瓷盆泡的，4个碗，一人倒1碗。茶很苦，但喝下去之后嘴里会回甘。王璐杰端着碗靠在防空洞的墙上，看着铁门外面的天空，天快黑了，最后一抹夕阳正在消失，星星一颗一颗的亮起来，像有人在黑色的幕布上戳了一个又一个小洞，光从那些洞里漏进来。蓝色面板在他的视野角落里闪了一下，不是信息，不是提示，只是一闪，像一个老朋友在远处挥了挥手，然后转身离开，再也不会回来了。任务完成了，门关上了，末日停在了这一刻，这个世界将永远是一个丧尸围城的废墟，但还值得活下去的世界，因为他爸在这里，他妈在这里，叶真真在这里，苏婉在平行时空里读研究生，李德厚的女儿在某个地方过着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厂长在某个更深的悔恨中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审判。穆之城不在这里，他在河岸上归零的那具身体已经在末日后的第3个夜晚彻底冷却了。但王璐杰知道，那3%的意志没有消失，他回到了意识网络中，回到了所有意识的源头，回到了那个连钥匙都找不到的地方。在那里有一个最初的没被格式化过的木之城，在等他。等他什么？等他醒来，还是等他过完这一生？蓝色面板没有回答，他已经不会再回答任何问题了。那块悬浮在他视野中的光幕正在一点一点的变淡，从蓝色变成淡蓝色，从淡蓝色变成接近透明的白色，最后像一片薄冰在阳光下融化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末日后的第3个夜晚，王璐杰在防空洞里睡着了，他睡得很沉，没有做梦，也许做了，但他不记得了。王璐杰是被一阵细微的震动惊醒的，不是地震，不是丧尸的脚步，是他口袋里的手机。末日降临后第3天，手机早就没信号了，电池也快耗尽了，但它还有一个功能没有丧失，震动。他摸出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起，刺得他眯起了眼睛。一条短信，发件人是一个他没有保存的号码，但那个号码他烂熟于心。林不凡，听说你回老家了，我也在，出来见一面吧，我有你要的东西。王璐杰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蓝色的面板已经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系统完成了任务，离开了他，像一个完成了使命的守护者。
转身走进了更深的黑暗中。但系统留下的东西还在，他的精神力，他的直觉，那种在末日中磨砺出的对危险的敏锐嗅觉。林不凡，她的前男友，上一世，在木之城之前，在苏婉之前，在所有这一切发生之前，他曾和林不凡在一起3年，3年，1000多个日夜。他从22岁到25岁，把最好的青春喂给了一个永远不会饱的人。林不凡不是木之城，木之城是被格式化的容器，是被剥夺了自由意志的工具，是一个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的悲剧。林不凡不一样，林不凡是主动选择成为那样的，冷漠、算计、善于操纵。他把这些叫做现实主义，把他的付出叫做情绪价值，把分手时说的那句“你配不上我”叫做诚实。分手后，他哭了1个月，瘦了15斤，差点丢了工作。他妈赵秀兰那1个月天天给他打电话，他说没事，他妈说没事就好。挂了电话，2个人都在电话两端哭。那时候他不知道，林不凡在分手前就已经找好了下家，张小雅，他的大学同学，他以为是最好的朋友的人。张小雅。王璐杰把手机扣在胸口，闭上了眼睛。在末日的黑暗中，那些他以为已经愈合的伤口重新裂开了，不是因为他还爱着谁，而是因为他终于看清了那些伤口真正的形状。不是爱情的失败，是信任的崩塌。你以为是爱情的东西，在林不凡那里是交易；你以为是友情的东西，在张小雅那里是竞争。你以为你们3个是朋友，其实你只是他们用来证明自己比你更配得上幸福的参照物。这一世末日降临前，他辞职回老家，没有告诉任何人。林不凡怎么知道他在这里？又怎么知道他的手机号还能收到短信？叶真真的声波成像能力在系统消失后也消失了，但他的直觉还在。他睁开眼睛，轻声叫醒了叶真真：“有人来了。”王璐杰说。叶真真没有问谁来了，怎么知道的？他只是从行军床上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瞳孔中已经没有了那些旋转的银色光圈，但他的耳朵在黑暗中微微颤动，像一只警觉的猫。有脚步声，叶真真说：“2个，一男一女，从南边过来的，离这里大概300米。300米，在末日的废墟中，300米是几分钟的路程。”王璐杰翻身下床，推醒了父母。赵秀兰听到林不凡3个字的时候，脸色一下子变了，不是害怕，是愤怒，那种被压抑了很久的母兽护崽时的愤怒。那个王八蛋还敢来！赵秀兰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一个字都像刀刃一样锋利。他把你害成那样，还有脸来找你？他爸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拿起了靠在墙角的竹篙，削尖的那头朝下，杵在地上，像一根沉默的不会倒下的旗杆。4个人在黑暗中等待着。防空洞里的 LED 灯关了，只有从铁门缝隙里透进来的月光，在地面上画出一道细长的银白色的线。王璐杰站在门后面，右手里握着那把折叠刀，左手空着，五指微张，掌心朝上。他在等，等一个告别，等一个他欠了3年的没有说出口的滚。脚步声在铁门外停下了，然后是一声轻响，不是敲门，是指节在铁门上轻轻刮过的声音，像猫爪子挠过砂纸。那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清晰，让人后脊背发凉。露露，是我。林不凡的声音从门外传进来，不高不低，温温柔柔的，和当年追求他时一模一样。开门吧，我没有恶意。王璐杰没有动。我知道你在里面，我还知道你身上发生过什么，重生、系统、能力，那扇门，我全都知道。林不凡的声音顿了一下，然后带上了一丝笑意。你以为只有你有奇遇吗？铁门缝隙里透进来的月光被一个影子挡住了，那个影子纤细娇小，踩着一双跟很高的靴子，在月光中拉出一条长长的扭曲的形状。张小雅的声音从门外响起，清脆的甜腻的，像一颗裹了糖衣的毒药。陆杰，真的是我们不是来害你的。凡哥他也有系统，他是重生者，他重生了7次，他知道怎么结束这场末日。凡哥，王陆杰听到这2个字的时候，胃里翻涌了一下，不是恶心，是一种更深层的、更原始的，像是什么东西被连根拔起的感觉。张小雅叫凡哥的那个语气，和当年叫不凡时的语气不一样。当年的不凡是带着距离感的，小心翼翼的，像在试探水温的那种叫法。现在的凡哥是亲昵的、笃定的，像是叫了很多遍，叫成了习惯的那种叫法。他们在一起了，
不是在末日之后，不是在分手之后，是在他还在和林不凡谈恋爱的时候，在那个他以为3个人都是朋友的虚假的黄金时代里，他们就已经在一起了。王璐杰靠在门上，把折叠刀的刀片推出来，又收回去，金属摩擦的声音在黑暗中细微而清晰。他推了3次，收了3次，像一种无声的，只属于他自己的节拍器。张小雅，王璐杰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冰层下面捞出来的。你叫他凡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以前让我叫他宝宝？门外的沉默持续了3秒钟，然后林不凡笑了，那种笑声王璐杰太熟悉了，不是尴尬，不是心虚，是一种被发现了但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带着优越感的轻笑。那种笑声在他和他说我觉得小雅对你有点不一样的时候出现过，在他问他你手机里和小雅的聊天记录为什么删了的时候出现过，在他哭着说我们分手吧的时候也出现过。那种笑声的意思是你知道了又怎样，你又能怎样？王璐杰伸手抽掉了铁门的门栓，铁门打开了，月光涌进来，照亮了门外的2个人。林不凡穿着一件黑色的冲锋衣，头发剪短了，脸上多了一道从颧骨到下巴的疤痕，新长的肉是粉红色的，在月光下像一条蜈蚣趴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变了，不是颜色变了，是眼神变了。以前的眼神是算计的、精明的，永远在评估你能给他带来什么价值的那种光。现在的眼神是饥饿的、贪婪的，像是一个在沙漠中走了很久的人，终于看到了一片绿洲。张小雅站在他身后半步的位置，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羽绒服。末日后的3月还很冷，羽绒服把她裹得像一个雪白的球。她的头发染成了栗色，烫了大卷，披在肩上，在月光下像一匹丝绸。她的脸上画着精致的妆。末日第3天了，她的妆还在，口红没花，眼线没晕，像是刚从哪个美妆博主的视频里走出来的一样。2个人在月光中站着，一个黑，一个白，像一对从童话书里走出来的，不应该存在于丧尸围城的废墟中的完美的璧人。王璐杰看着他们，忽然觉得很可笑，不是那种我终于看透了你们的可笑，是一种更深的、更凉的，像冬天喝了一大口北风的那种可笑。他想起了自己在分手后那1个月里瘦掉的15斤，想起他妈在电话两头哭的那些晚上，想起他在出租屋的地板上坐了一整夜，把他们的合照一张一张的撕碎，撕到手指被纸鞭割破，血滴在照片上，把林不凡的脸染红了的那个凌晨，那些眼泪，那些失眠的夜晚，那些我到底哪里不好的自我怀疑，那些如果我变得更优秀他就会回来的卑微幻想。在这一刻，在月光下看到林不凡和张小雅并肩站着的这一刻，全部变成了灰烬，不是愤怒的灰烬，是释然的灰烬，烧完了，凉了，风一吹，散了。你说的我要的东西是什么？王璐杰问。林不凡从冲锋衣的内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月光照在上面，反射出一道暗红色的光，那是一块石头，拳头大小，形状不规则，表面布满了细密的像血管一样的纹路，石头内部有什么东西在流动，暗红色的光像心跳一样一明一暗地闪烁着，频率和王璐杰的心跳完全一致。王璐杰的胸口猛地一紧，不是恐惧，是一种共鸣。那块石头在和他体内残留的精神力共振，像2把调成了同一频率的琴弦，拨动一根，另一根就会跟着震动。X 病毒的核心，林不凡说，末日降临后第3天，我在城南的一家研究所里找到的，病毒从门里涌出来。但门不是源头，源头在这块石头里，它本来是一块普通的矿石，在接触到门的一瞬间被转化了，变成了病毒的培养皿。只要摧毁它，所有的 X 病毒都会在24小时内失活，丧尸会停止活动，感染者的转化过程会逆转，末日可以结束。王璐杰盯着那块石头，看着它内部暗红色的光一明一暗的闪烁，和自己的心跳同步。他伸出手，不是去接石头，而是把手放在石头上方约10厘米处，感受着从石头表面散发出的温度，不烫不凉，是体温，和他自己的体温一模一样。你重生了7次。王璐杰抬起头，看着林不凡的眼睛，这7次里，你每次都能找到这块石头吗？林不凡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眼神闪烁了一下，那是一种被戳中了要害的人才会有的一闪即逝的慌乱。不是每次，他说，前6次我都没找到，第7次，这一次我找到了，但需要你的配合才能摧毁它。为什么需要我？因为这块石头和你的精神力同频，你的精神力是 S 级，是所有觉醒者中最高的，
只有你的精神力能切断他内部的病毒编码，其他人做不到，我也做不到。王璐杰收回了手，抱在胸前，月光照在他脸上，他的表情平静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水。林不凡，你重生了7次，每一次都看着我死在末日里，是吗？林不凡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第1次，我被丧尸咬死的；第2次，我饿死的；第3次，张小雅把我推出门的；第4次，王璐杰的声音没有波动，像在念一段别人的历史；第4次，你亲手杀的，因为你说我的精神力在你身上比在我身上更有用，你把我的能力抽走了，像一个吸血鬼吸干了猎物的血，然后你活了下来，用我的能力活到了第7轮。铁门内外一片死寂，他爸的手握紧了竹篙，握的指节发白，他妈的眼眶红了，但嘴唇抿成了一条线，没有哭，没有骂。叶真真站在最暗的角落里，她的声波成像能力已经消失了，但她的直觉告诉她，这个男人的威胁比门外那群丧尸加起来还要大。张小雅的脸白得像她身上那件白色的羽绒服，她的嘴唇在发抖，涂着口红的唇纹在月光下像一道道细微的正在裂开的缝。陆杰，你怎么知道这些？你也是重生者。张小雅的声音不再甜腻了，而是尖细的，像一根针吊在瓷砖上发出的那种声音。你重生了多少次？你1次。王陆杰打断了他，我只重生了1次，但这1次够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举在月光下，那是一把钥匙，不是木之城的黑色钥匙，不是防空洞里那3把记忆钥匙，而是一把很普通的黄铜色的，上面刻着2046门牌号的钥匙。林不凡的脸在看到那把钥匙的一瞬间变了颜色，不是惊讶，是恐惧。那种恐惧不是来自他对王陆杰的认知，而是来自他对这把钥匙的认知，因为那是他亲手交给他的。在末日降临前的第2天，在他们还在一起的时候，他说，这是我家的备用钥匙，你拿着，万一哪天你忘带钥匙了，可以来我家。一把普通的备用钥匙，但在末日之后，在7次重生的林不凡的认知中，这把钥匙承载的意义远不止一把钥匙，因为在他家的某个抽屉里锁着他7次重生以来收集的所有数据， X 病毒的传播模型，丧尸的行为模式，觉醒者的能力图谱，以及每一轮末日中死去的人的名单。王陆杰的名字在每一份名单上，每一次的死因都不一样，但每一次的结论都一样，精神力 S 级，建议优先利用。王陆杰没有看过那份名单，他不需要看，他只需要这把钥匙，就足够让林不凡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了。你在第7轮找到了石头，想要我的精神力来摧毁它。王陆杰把钥匙收回口袋。那我问你，摧毁石头之后呢？末日结束了，丧尸变回人了，世界恢复秩序了，然后呢？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感谢、原谅，还是一个宝宝？林不凡的嘴巴张了一下，又合上了。这是王陆杰第1次看到他无话可说的样子。7次重生，7次末日，他见过了世界上最极端的混乱和死亡。他以为自己已经对一切都有了准备，但此刻站在一个他曾经抛弃过的女人面前，面对着他平静到近乎残忍的问题，他的所有台词、所有预案、所有演技全部失效了。因为他从来没有为这个场景做过准备。在他的认知中，王陆杰永远是那个在末日中第一批死掉的人，是数据，是消耗品，是在报告里用建议优先利用5个字就能概括的存在。他不是一个会站在月光下握着折叠刀，口袋里装着他家备用钥匙，用宝宝2个字当刀子使的，活生生的、完整的，他从未真正了解过的女人。张小雅忽然开口了，不是对王陆杰说的，是对林不凡说的。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杀过他。林不凡没有回答。第4次，你亲手杀了他。张小雅的声音在发抖，不是恐惧的颤抖，是一种更深层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像是整个人正在碎裂的颤抖。你说你只推过他1次，你说你后悔了，你说你这一世要补偿他，你杀了他，你杀了他，你还让他叫你宝宝。林不凡，你是什么东西？林不凡转过头看着张小雅，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月光照在那道心疤上，粉红色的肉在光线下像一条蠕动的虫。你也没告诉我。他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第3次，是你把他推出门的。张小雅的白色羽绒服在月光中猛烈地晃了一下，她后退了一步，高跟鞋踩在一块松动的砖头上，整个人失去平衡，摔倒在地上。白色的羽绒服沾满了灰尘和泥浆，她的妆花了，口红蹭到了下巴上，像一个被玩坏了的洋娃娃。他坐在地上，仰头看着林不凡，嘴唇在抖，
眼睛里有泪光，但那泪光不是忏悔，是恐惧，对林不凡的恐惧，因为他忽然意识到，这个男人从来不是他的凡哥，他是他的共犯，是他的证人，是他永远无法摆脱的，照着他所有黑暗面的那面镜子。王璐杰看着倒在地上的张小雅，看着月光下她沾满灰尘的白色羽绒服和花了的妆，看着那双曾经和他一起在宿舍阳台上分享过秘密的眼睛，想起了很多事。大学时他们一起吃的第一顿饭，他帮张小雅搬行李上楼时，张小雅说的你是我见过最好的人了。张小雅在他失恋时陪他喝到天亮，两个人醉醺醺地躺在阳台上看星星。张小雅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咱们俩过一辈子吧。那一夜是真的吗？那些笑声，那些眼泪，那些我会永远在你身边的承诺，在张小雅的记忆里，它们是什么颜色？是和王璐杰记忆里一样的金色，还是已经被后来那些年的嫉妒和背叛染成了灰色？王璐杰不知道，也许张小雅自己也不知道。有些人在变成另一个人之后，会连带着把过去的自己也改写成另一个人，这样才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你们走吧。王璐杰说。林不凡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走，石头还没。石头留下，林不凡的手握紧了那块暗红色的矿石，血管一样的纹路在他的指缝间发着光。他的7次重生在这一刻浓缩成了一个选择：摁交出石头，或者不交。交出石头，末日结束，但他将失去所有的筹码；不交石头，末日继续，但他将成为王璐杰永远的敌人。你以为末日结束了，一切就会回到从前？林不凡的声音低沉的像从地底传来的。你以为丧尸变回人了？你爸的腰椎间盘突出就能好，你妈的高血压就能治愈，那些死了的人能活过来，木之城能回来。露露，你已经回不去了，这个世界已经坏了，就像这块石头一样，碎了就是碎了，粘得再牢，裂痕也永远在。王璐杰伸出手，掌心朝上，五指微张。石头，林不凡看着那只手，看了很久，月光在他的掌心中流淌，像一小捧银白色的水。他的手指上有冻疮留下的疤痕，有末日之后干活磨出的茧，有昨天划破的还没完全愈合的伤口。这不是一只好看的手，但这只手在今天下午握过4把钥匙，在一个归零的男人消失的地方捡起过他的遗物，在防空洞里给他妈倒过茶，在他爸抽烟的时候把烟从他嘴里拿下来说过少抽点。这只手比任何石头都有力量。林不凡把石头放在了他的掌心里，石头接触到他皮肤的瞬间，暗红色的光忽然变得明亮起来，像一盏被点燃的灯。血管一样的纹路在石头表面蔓延，爬上了他的手指、手腕、小臂，像某种正在与他融为一体的活物。他体内的精神力在那一瞬间被激活了，像沉睡的火山重新开始涌动，热流从他的心脏涌向4肢百骸，涌向指尖，涌向掌心，涌进那块石头。石头里的暗红色光芒开始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金色的温暖的光。那光和今天下午厂长变异体消散时的光一模一样，和李德厚消散时的暖黄色光一模一样，和苏婉消散时的黎明的光一模一样。那是被病毒封存的东西终于得到释放时才会发出的光，释然的光，安息的光，结束的光。林不凡和张小雅站在月光中，看着王璐杰掌心里的石头从暗红变成金色，看着那些血管一样的纹路一根一根的断裂、脱落，化作灰烬，看着金色的光芒越来越亮，越来越亮，最后像一朵小小的太阳在他们面前绽放。光芒散去之后，石头变成了一捧灰白色的粉末，从王璐杰的指缝间飘散在3月夜晚的冷风中。24小时后 ，X 病毒将失活，所有的丧尸将停止活动，感染者体内的病毒将被清除，末日将在它降临后的第4天结束。不是逆转，不是复活，不是回到从前，只是结束，像一个漫长的噩梦般的季节终于走到了尽头。春天会不会来，没有人知道，但冬天结束了。王璐杰拍了拍手上的粉末，转过身走回了铁门内。他爸握着竹篙站在门边，他妈站在他身后。叶真真从角落里走出来，4个人在防空洞的门口站成了一排，像一堵不高不厚但不会倒塌的墙。他走进门内，没有回头，铁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发出生锈的、沉重的，像是终于可以休息了一样的叹息。门栓被重新插上，金属的撞击声在安静的夜晚格外清脆。门外月光照在2个人的身上，一个女人坐在泥地上，白色的羽绒服脏了，妆花了，眼睛里的泪干了。一个男人站在她旁边，手里空空的。
脸上那道辛疤在月光下像一条正在冬眠的蜈蚣。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谁都没有动，像两尊被遗忘在末日废墟中的没有人会来认领的雕塑。远处河面上吹来一阵风，带着3月特有的潮湿的泥土解冻后的气息。风吹过水塔，吹过废弃车间，吹过防空洞的铁门，吹过林不凡的冲锋衣和张小雅的羽绒服，吹过他们之间那段永远无法跨越的距离。末日结束了，有些人没有。防空洞里，赵秀兰重新烧了一壶水，给每个人倒了一杯。茶是隔夜的，苦的王璐杰直皱眉，但他还是喝了。喝完把碗递给赵秀兰，说了一声妈，明天我想吃红薯粥。赵秀兰接过碗，眼睛红红的，嘴上不饶人，都末日了你还挑食？红薯粥红薯粥，你就知道吃红薯。但他转身就去泡红薯了，泡了一大盆，够吃1个星期的。王璐杰靠在墙上，手里握着那把折叠刀，刀刃收着，金属手柄被他的体温捂得温热。他闭上眼睛，在黑暗中心里默念了一个名字：木之城。没有回应，没有蓝色面板，没有系统的提示音，没有金色光芒，只有防空洞里赵秀兰洗红薯的水声，他爸把竹篙靠回墙角的轻响，叶真真在行军床上翻身的窸窣声，以及窗外远处河面上风吹过水面时发出的像叹息一样的持续的低沉的呜咽。那些声音足够了。红薯在盆里泡了一整夜，赵秀兰天没亮就起来了，摸黑把红薯捞出来，削皮切块，扔进锅里，加水，点火。灶台上的蓝色火苗跳了一下，稳住了，像一个刚醒过来的人，眨了眨眼，想起了自己是谁。末日后的第4天，凌晨5点43分，室外的温度比昨天又低了一些，风从铁门的缝隙里钻进来，带着河水的湿气和远处某种焦糊味的愉悦。赵秀兰裹着一件旧棉袄，缩着肩膀，守着那口锅，等水烧开。王璐杰是被红薯粥的香味叫醒的，那种味道他在上一世死前最后几秒钟曾经短暂的闻到过，不是真的闻到，是大脑在缺氧状态下产生的幻觉。濒死时，他想起了小时候冬天的早晨，他妈在厨房里熬红薯粥，他赖在被窝里不肯起来，他爸过来掀他的被子，冷风灌进来，他尖叫着笑着缩成一团。那种香味在他的记忆里封存了很久，像一瓶被藏在柜子最深处舍不得打开的酒。起来了，赵秀兰的声音从灶台方向传来，平淡的像每一个普通的早晨。粥好了，过来吃。王璐杰从行军床上爬起来，赤脚踩在冰凉的水磨石地面上，机灵了一下。他走到灶台边，接过赵秀兰递过来的碗，碗是烫的，红薯粥冒着热气，橙红色的薯块和白色的米粒混在一起，稠的能立住筷子。他吹了吹，喝了一口，烫得舌头发麻，但没吐出来，含在嘴里等它凉，然后咽下去。红薯的甜，米的香，喝一口咬到姜丝时那种微辣的让人浑身一激灵的刺激。上一世他没有喝到这碗粥，这一世他喝到了，不只是喝到了，是有资格喝到了。他坐在防空洞的折叠桌旁，手里端着那碗粥，一口一口的喝，喝得很慢，像在喝一碗用命换来的东西。他爸已经喝完了，把碗往桌上一搁，擦了擦嘴，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叼在嘴里，没点。他看着王璐杰，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开口了：今天有什么打算？王璐杰放下碗，从口袋里掏出那把折叠刀，放在桌上，又掏出那把刻着2046的黄铜钥匙，放在折叠刀旁边。2样东西，一把刀，一把钥匙，一把用来保护，一把用来打开。上一世他只有一把钥匙，那把钥匙打开的是林不凡家的门。他在门后面找到的不是真相，是一个假装爱他的男人和一个假装是他朋友的女人。这一世他多了一把刀，刀不是用来杀人的，是用来提醒自己，他再也不会只用钥匙，不用刀去林不凡家。王璐杰说，他爸的烟从嘴角掉了下来，落在大腿上，他手忙脚乱地拍掉，烟已经灭了，但还是在裤子上烫了一个小洞。他没顾上看那个洞，抬头盯着女儿，眼睛里的光从温和变成了锋利。去他家做什么？拿一样东西。王璐杰把那把黄铜钥匙攥在手心里，他在末日降临前第2天把钥匙给了我，说万一你忘带钥匙了，可以来我家。他不是在给我备用钥匙，他是在为自己留后路。他家有一个保险箱，保险箱里有一份名单，7次重生，每一轮末日中死去的觉醒者的名单，我的名字在每一份名单上。折叠桌周围安静了下来，赵秀兰手里的锅铲悬在半空中，油从铲子上滴下来，
落在灶台上，发出细微的哒的一声。叶真真剥蒜的手停住了，蒜皮挂在她的指尖，像几片小小的白色的蝴蝶翅膀。拿到名单之后呢？叶真真问。公布他。王璐杰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石头里凿出来的。末日结束了，丧尸停止活动了，感染者在恢复了，但那些在末日中死去的人不会复活，那些被林不凡优先利用的人不会复活，他们的家人有权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不是死于丧尸，不是死于病毒，是死在一个自以为是玩家的人手里，一个重生了7次，把别人的命当作数据来收集和利用的人。他应该被看见，不是被当作英雄，是被当作他本来的样子。铁门外面传来了一阵声音，不是丧尸的脚步，丧尸已经停止活动了。病毒失活后的第3个小时，整个世界的背景噪音骤然降低了，像一台运转了太久的机器终于被关掉了电源。那种安静不是夜晚的安静，是死亡的安静，是万物归零的安静。但在那种安静之上，有一个声音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是脚步声，很多人的脚步声。王璐杰推开铁门，晨光涌进来，照亮了他的脸。门外水塔下面的空地上站着10几个人，不是丧尸，是人，活生生的人，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的还穿着睡衣，有的披着毯子，有的互相搀扶着，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站着。他们的脸上有泪痕，有血污，有末日结束后还没来得及擦掉的灰尘和泥土。他们的眼睛是湿润的，活人的那种湿润。他们的嘴唇在发抖，但没有人在说话，所有人都在看着他，不是看他的脸，不是看他的衣服，不是看他手里的折叠刀和口袋里的黄铜钥匙，他们在看他身后的防空洞，那个在末日中庇护了他和他的家人，以及所有相信他的人的4米深、3米见方的土墙上糊着旧报纸的不起眼的地下空间，那是他们的希望。在末日降临后的第4天，在 X 病毒失活的第1个清晨，在所有的丧尸都停止了活动，所有的噩梦都终于结束了的这一刻，他们从废墟中走出来，从地下室中爬出来，从藏身之处中探出头来，看到了一个人，一个女人，年轻瘦削，穿着一件起球的旧毛衣，脚上是沾满了泥的帆布鞋，手里没有武器，口袋里没有异能，身后站着他爸、他妈和一个瞳孔里已经没有荧光的女人。他站在晨光中，晨光从他身后照过来，在他的轮廓上镀了一层金红色的光，像一个刚从画里走出来的人，或者一个正准备走进画里去的人。人群中，一个老太太颤巍巍地走上前来，她的头发全白了，脸上全是皱纹，眼睛被眼泪泡得通红。她走到王璐杰面前，伸出2只布满老年斑的手，握住了王璐杰的手，握得很紧，像是怕他跑掉。她的嘴唇在抖，抖了很久才挤出几个字：我孙女，她才7岁，她变成丧尸了。我抱着她躲在地下室里3天，她不咬我，她变成丧尸了也不咬我。今天早上她睁开眼睛，眼睛不灰了，她叫我奶奶了。老太太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3个谢谢你，每一个都像一记重锤砸在王璐杰的胸口。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值得这3个谢谢你，不是他关上的那扇门，不是他摧毁的那块石头，不是他杀死的任何一个丧尸或变异体，是他在末日降临前选择回到了这里，是这个地窖，这堵墙，这扇铁门，这碗红薯粥，这些他拼命保护下来的微不足道的，在末日之后显得弥足珍贵的一切。王璐杰伸出手抱住了那个老太太，老太太的身体很轻，轻得像一捆干柴。王璐杰一抱就整个陷进了他的怀里，像一个孩子终于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地方。老太太在他怀里哭，哭得像个孩子，哭声从压抑的抽泣变成毫无顾忌的大哭，像一个被憋了太久的气球终于被松开了口，所有的气体在一瞬间冲出来，带着所有他这些天不敢流的眼泪，不敢发出的声音，不敢承认的恐惧。水塔下的空地上，哭声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传开，一个人开始哭，10个人开始哭，所有人都开始哭，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压抑的、克制的，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像受伤的动物一样的哭声。这些人在末日中失去了太多，有的人失去了家人，有的人失去了朋友，有的人失去了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信任。他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不知道这个结束了末日的人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末日，不知道应该相信谁。他们只知道此刻，在这个晨光出现的早晨，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老太太在哭。王璐杰抬起头，越过老太太的白发，看向远方，远处
水塔的另一侧，河面在晨光中泛着碎金般的光。一条他熟悉的小木船系在码头的铁桩上，船底积着昨夜的雨水，在微风中轻轻晃动。更远处是他来时的方向，那个他已经回不去的，但永远不会忘记的出租屋和办公室和超市和电影院和所有普通的、正常的末日前的日子。那些日子不会回来了，不是末日摧毁了他们，是他自己选择了不回去。当他握着4把钥匙走进那扇门的时候，当他用掌心接住那块石头，看着它化作灰烬的时候，当他在这片晨光中抱着一个陌生的老太太哭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出了选择安不回头的选择。妈，他轻声说。赵秀兰从他身后走过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他旁边。这个从不在人前哭的女人，此刻眼眶红得像兔子，但她没有哭，只是伸出手，把王璐杰被晨风吹乱的头发别到耳后，动作轻的像怕弄碎什么。妈在呢，赵秀兰说3个字，和末日降临第一天在地窖里说的一模一样，声调一样，语气一样，连嘴角上扬的角度都一样。在这4个字面前，所有的哭声，所有的感谢，所有的末日和重生都变成了背景。这个世界在末日之后还能不能重建？那些失去的人还能不能回来？林不凡的名单公布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张小雅的眼泪是真是假？所有这些宏大叙事，在妈在那3个字面前都不重要了。王璐杰松开老太太，转过身，面对着他爸、他妈、叶真真和那扇半掩的铁门。他深吸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那把黄铜钥匙，举在晨光中。钥匙在阳光下反射出一道细碎的金色光点，光点落在水塔的灰白色混凝土上，像一个小小的会移动的太阳。走吧，王璐杰说，去林不凡家，去拿名单，然后去做完最后一件事。什么事？叶真真问。王璐杰没有回答，他只是握着那把钥匙，笑了笑。那个笑容不是开心的笑，不是苦笑，不是释然的笑，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混合了期待和恐惧，决心和犹豫，温柔和锋利的东西。那个笑容的意思是，我要去见一个人，一个我以为再也见不到的人，一个可能在意识的尽头等了我61次轮回的人。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不知道他在经历了61次格式化之后还剩下多少，但我答应过他，我会走到他面前。他答应了。在河面上，在船底，在木之城归零的那一瞬间，他用沉默的方式对自己，也对那条河，也对那片天空许下了一个承诺。我会走到那扇门前，我会替你看到门后面的东西，我会用你留在他身上的每一秒，去做你做了61次都没能做到的事。木之城没能做到的事，不是杀死林不凡，不是摧毁石头，不是结束末日，他做了61次都没能做到的事，是走到王璐杰面前，看着他的眼睛，以一个人的身份，不是一个容器的身份，告诉他，我在这里，我一直在，我等你很久了。王璐杰握紧了钥匙，迈出了第一步，晨光在他身后拉出了一道长长的影子，影子的轮廓清晰、坚定，没有一丝犹豫。他爸跟在他身后，竹篙扛在肩上，削尖的那头朝后，像一个押送着整个世界的后卫。他妈走在中间，手里提着那袋泡了一夜的红薯，红薯还在滴水，在他的脚边画出一条断断续续的湿润的线。叶真真走在最后面，她的声波成像能力已经消失了，但她的瞳孔中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微微发光，不是荧光，是更柔和的光，像雨后初晴时天边那一抹若有若无的彩虹。水塔下的空地上，那个老太太擦干了眼泪，站起来，看着王璐杰一行的背影，看着他们走过水塔，走过废弃车间，走过那条他和家人来时走过的碎石子路，走向南边城市的方向，林不凡家的方向，那个保险箱的方向，名单的方向，真相的方向。老太太身边，一个年轻男人问了一句：“他去哪里？”老太太没有回答，她不知道王璐杰去哪里，不知道林不凡是谁，不知道那份名单上有什么名字，但她知道一件事，那个女人不会回来了，不是因为她会死在路上，而是因为她要去的地方是他们这些人到不了的地方。那里没有红薯粥，没有地窖，没有铁门，没有妈在呢，那里只有他和他要找的那个人。在所有的末日开始之前，在所有的重生结束之后，在意识的尽头，在所有平行时空的交汇处，面对面的站着，他会说出他在木之城归零的那一刻没能说出的那句话，不是我爱你，不是谢谢你，不是我会记得你，
是另一句话，一句在61次轮回中从未被任何王璐杰对任何穆之城说出过的话，一句只有他第1024个王璐杰才有资格说出的话。老太太收回目光，低下头，看着自己布满老年斑的手，那双手刚才握过王璐杰的手，那双手现在还能感觉到王璐杰的体温，那双手不需要知道那个女人去了哪里，只需要记得，在末日后的第4个早晨，有一个女人抱过他，让他哭了一场，然后走了，这就够了。碎石子路上，王璐杰走得很稳，晨风从河面上吹来，带着3月特有的潮湿的泥土解冻后的气息，风吹起他的头发，露出后颈上一块小小的淡粉色的胎记，那块胎记从他出生就有了，他妈说是老天爷做的记号，怕他走丢了找不回来，他没有走丢，他在末日中找到了回家的路，找到了那扇门，找到了4把钥匙，找到了穆之城留下的那3%的在无数次格式化中残存下来的意志，他找到了所有的答案，但那些答案加起来也没有此刻尘封中的红薯粥味道重。他加快了脚步，身后防空洞的铁门还半掩着，门缝里透出 LED 灯的白光，灶台上的锅还没洗，锅底沾着一层锅巴，红薯的甜味和米的焦香味混在一起，在空旷的地下空间里慢慢散去。赵秀兰泡红薯的那个盆还放在墙角，盆里的水还没倒，水面浮着一层薄薄的橙色的红薯淀粉，没有人收拾，没有人打算收拾，因为所有人都在路上，有人跟着王璐杰往南走，有人去了别的方向，有人站在原地不知道往哪走，但所有人都在走。末日结束了，但末日后的第1天刚刚开始。王璐杰走在最前面，走了很远之后，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水塔在晨光中只剩一个模糊的轮廓，像一个灰白色的巨大的感叹号竖在天地之间。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继续走，口袋里的黄铜钥匙贴着他的大腿，被体温捂得温热，那把折叠刀在另一个口袋里当刃收着，安静的像一只沉睡的动物。2样东西一左一右，像2个沉默的永远不会背叛他的朋友，陪着他走过碎石子路，走过河上的桥，走过末日结束后的第1个清晨，走向那个他答应过要走到的地方，穆之城。他在心里说，我来了，等久了吧。他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见，也许能，也许不能，也许他在意识的尽头已经等了太久，久到忘记了为什么要等，久到忘记了在等谁，久到只剩下一个等字，像一个空荡荡的没有人住的房子，门开着，窗户开着，风从这头穿到那头，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他还是在心里说了这句话，不是因为他能听见，是因为他需要说。从他重生到现在，他一直在为别人活着，为父母，为叶真真，为那些他不认识但在末日中死去的人，为穆之城。但此刻，在这条碎石子路上，在这个晨光初照的时刻，他说这句话是为自己说的。他想见他，不是为了拯救他，不是为了补偿他，不是为了完成他的遗愿，就是想见他，像一个普通的人想见另一个普通的人那样，没有任何宏大的理由，没有任何崇高的动机，就是想见。这个念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里最后一扇门。那扇门后面没有末日，没有病毒，没有丧尸，没有系统，没有平行时空，没有任何超自然的东西。那扇门后面只有一条路，一条很普通的路，路边种着梧桐树，树上落着麻雀，路的尽头有一个人，背对着他，穿着一件白色的 T 恤，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盆，盆里冒着热气，那碗泡面还没凉，他还来得及。王璐杰跑了起来，他跑过碎石子路，跑过石桥，跑过废弃的农田，跑过末日后的第1个清晨。他跑得像一个迟到了很久的人，像一个错过了太多班车的人，像一个在沙漠中走了很久终于看到水源的人。风吹着他的头发，吹着他的脸，吹着他口袋里的钥匙和折叠刀，吹着他身上那件起球的旧毛衣，吹着他后颈上那块老天爷做的记号。他在跑，他身后他爸举着竹篙在追，他妈提着红薯在追，叶真真赤着脚在追，一家人在末日后的废墟中，在晨光里，在春天即将到来但还没有到来的3月的大地上奔跑着。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跑什么，但他们知道，只要跟着王璐杰跑，就会到达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不是天堂，不是乌托邦，不是任何想象中的美好新世界，那个地方只是一个人，一个在等了61次轮回之后，可能还在等，也可能已经不在了的人。但不管他在不在，王璐杰都要跑到那里，因为那是他重生的意义，不是活下来，是跑到他面前。晨风从河面上吹来，
吹过水塔，吹过防空洞，吹过那条小木船，吹过空地上那个还在看着远方的老太太的白发。风继续往南吹，吹过碎石子路，吹过石桥，吹过奔跑的王路杰，吹过他身后那3个拼命追赶他的人，吹向更远的他还没有到达的远方。风里带着红薯粥的香味，他跑了很久，久到他爸的竹篙从肩上滑落，拖在地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久到他妈提着的红薯袋子破了一个口子，红薯滚了一路，像一条橙色的断断续续的线，久到叶真真的赤脚磨出了血，在碎石子路上印下一串暗红色的脚印。他还是没有停，不是不想停，是不能停。他怕一停下来，那股支撑着他跑过这一切的力气就会像退潮一样消失，留下他一个人站在陌生的路上，不知道该往哪走。他跑过废弃的农田，跑过倒塌的围墙，跑过一个空无一人的加油站，跑过一辆翻倒在路边的还在冒烟的轿车。晨光越来越亮，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把整个世界染成了蜂蜜的颜色。林不凡住在城西，不是他之前去的城北，不是防空洞的方向，是相反的方向。他跑过了大半个城市，从末日后的废墟中穿过，从一个又一个被摧毁的街区中穿过。有些地方他认识，有些地方他完全不认识了。不是因为他没去过，是因为末日之后的面貌彻底改变了，像一张被揉皱了再展开的纸，折痕永远在。他在一栋灰白色的居民楼前停下来，6楼，没有电梯，楼梯间的灯早就灭了，楼道里堆满了从各家各户搬出来的杂物，倒下的衣柜，碎裂的花盆，散落一地的衣物和书本，以及一具蜷缩在角落里的已经停止了活动的丧尸。那丧尸穿着一件保安制服，胸口的工牌上写着李国富。照片里的男人笑着，露出整齐的牙齿，他的眼睛已经不灰了，病毒失活后，他的瞳孔恢复了本来的颜色，是深棕色的，像2颗蒙了灰的玻璃珠。他蜷缩在那里，像一个睡着了的再也不会醒来的人。王路杰从他身边走过，没有绕行，没有加快脚步，就是正常的走过去了。他不想刻意避开什么，也不想刻意面对什么，他只是想上楼，拿到那份名单，然后继续赶路。6楼的门是铁门，和他家地窖的铁门很像，但没有生锈，门漆是深绿色的，门中央贴着一张褪色的福字，福字的边角已经翘起来了。风从楼梯间的窗户吹进来，把那翘起的边角吹得啪啪作响。他拿出那把黄铜钥匙，插进锁孔，锁是新的，和钥匙不匹配。他拧了一下，没开，又拧了一下，还是没开。林不凡换过锁了。在他不知情的时候，在他还拿着他家的备用钥匙，以为自己是他的宝宝的时候，他就已经把锁换了。那把他以为能打开他家门的钥匙，在末日降临前就已经是一把废铁了。他给他这把钥匙，不是为了让他能进来，而是为了让他以为自己能进来。王路杰把钥匙拔出来，握在手心里，金属被他的体温捂得温热。刻着2046的凹槽里还残留着锁芯的锈迹。他看着那把钥匙，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抬起脚，一脚踹在了门上，铁门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整栋楼都跟着震了一下，门框上的水泥碎了一块，落在地上，溅起一小片灰尘。他退后一步，又是一脚，门框变形了，铁门和门框之间的缝隙变大了，大到能伸进一根手指。他用手指扣住那条缝隙，用力往外拉，铁门发出一声尖锐的像惨叫一样的金属摩擦声，然后猛地弹开了。门里面的世界和他在末日降临前最后一次来的时候没有太大区别。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阳台上晾着2件没来得及收的衬衫，被日晒雨淋得发黄发脆，像2片挂在风中的枯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长时间没人居住的霉味，混着林不凡留下的古龙水残留，形成了一种说不出的让人不舒服的气息。他穿过客厅，走进卧室，衣柜门开着，里面空了一大半。林不凡在末日降临前就把能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他蹲下来，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层灰。他没有慌，上一世他来过这里，不是为了找名单，是来找林不凡。在那个他还没有抛弃他的虚假的短暂的黄金时代里，他在这里等过他下班，在这里给他煮过面，在这里靠在他肩膀上看过一部他记不起名字的电影。那时候他不知道这间卧室的墙壁里藏着一个保险箱。他站起来，走到衣柜旁边，伸手在衣柜内侧的背板上敲了敲，空心的。他把背板拆下来，露出后面一个嵌在墙壁里的灰黑色的保险箱。保险箱不大，30厘米见方，密码锁6位数。他试了第一组数字，
林不凡的生日，不对；第二组张小雅的生日，不对；第三组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他和张小雅在一起的日子，不是和他。他不知道那组数字，但他知道另一组数字。他认识林不凡3年，在这3年里，他听到过他唯一一次不带任何算计，不带任何目的，纯粹出于习惯说出的数字，是他妈去世的日子，不是忌日，是去世的具体时间，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他在一次喝醉了酒之后说的，说完就哭了，哭完之后吐了一地，吐完就睡着了。那是他第一次看到他哭，也是唯一一次。那时候他以为他终于在他面前卸下了伪装，露出了柔软的内核。现在他知道了，那不是柔软的内核，那是另一个深渊。他所有真实的情感都已经随着那个日期被锁进了这个保险箱里，和他收集的那些名单一起，和他7次重生的秘密一起，和他永远无法对任何人坦诚的空洞的黑暗的内心一起。他输入了那组数字，咔嗒一声，保险箱开了。保险箱里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多东西，一个 U 盘，一个信封，一张照片。U 盘是黑色的，金属外壳，上面贴着一张白色标签，标签上写着数据备份。信封是牛皮纸的，没有封口，里面厚厚的一沓纸，纸质已经发黄了，像是被反复翻阅过很多次。照片是唯一让他意外的东西，是一张拍立得。照片里2个人，一个是林不凡，年轻很多，大概18、19岁，穿着高中校服，头发很长，遮住了半边脸；另一个人是一个女人，40多岁，面容憔悴，眼神空洞，靠在医院的病床上，手上扎着留置针，嘴角挂着一丝微弱的，像是用了最后一丝力气才挤出来的笑。照片的右下角有一行手写的字，字迹娟秀，是女人的字：小凡，妈妈走了，你要好好的。王璐杰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他想起了穆之成在第3轮末日中录制的音频，想起了他说这一轮，我在看到他的第一眼，感觉到了心脏的跳动。穆之成是被格式化了61次的容器，是被剥夺了自由意志的工具，是一个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的悲剧。但他感觉到了心脏的跳动，林不凡没有，林不凡从一开始就没有那颗心脏，或者说他有过，但在他妈去世的那一天，那颗心脏就跟着一起被埋进了坟墓里，剩下的只是一颗会跳动的生理意义上的心脏和一台精密的永远在计算利害关系的机器。他不是不想爱，他是不会，不是不知道方法，是根本不在同一个操作系统里运行。王璐杰把照片放回了保险箱，他没有带走它，那是他的东西，属于他的深渊，他不需要把它扛在自己身上。他拿走了 U 盘和信封， U 盘里有7份名单，每一轮末日中死去的人的名字、死因以及被优先利用的记录。信封里有林不凡手写的关于系统的研究笔记，记录了他在7次重生中总结出的规则、漏洞和最优策略。最优策略的第3条写着，每个末日轮次中锁定 S 级精神力目标王璐杰，在末日降临前建立情感连接，确保献祭程序可执行。王璐杰的精神力是关闭 X 病毒源头的唯一钥匙，必须让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献祭，否则系统会检测到异常，导致末日无法结束。王璐杰的手停住了，他把这行字读了3遍，每读一遍，嘴唇就白一分，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是一种更冷的、更安静的，像是什么东西在他体内最深处被连根拔起的感觉。他一直以为林不凡接近他是为了利用他的精神力来强化他自己，就像穆之成的控心术需要汲取他的能量一样。但真相更残忍，他不是为了自己变强，他是为了让他去死，用他的死来结束末日。每一轮末日都是这样结束的。他死了，末日结束了；他死了，世界得救了。他死了，林不凡成了英雄，因为他找到了关闭病毒源头的方法，而他的名字被写在名单上，被锁在保险箱里，被归类为优先利用，被简化为异形数据。王璐杰 S 级精神力已献祭。上一世他死的时候觉得幸福，因为穆之成的控心术第8层献祭让他在最后一刻相信自己的死是有意义的。但那一世结束末日的不是穆之成的献祭，而是他自己的死。穆之成只是在他死后的那几秒钟里，用控心术让他死得安详了一些。他不是任何人的祭品，他是钥匙本身，从一开始就是。王璐杰把 U 盘和信封塞进背包，拉好拉链，站起来。他最后看了一眼那个保险箱，里面还躺着那张照片，照片里的女人靠在病床上，
嘴角挂着一丝微弱的笑。他在对林不凡说：“你要好好的。”林不凡没有好好的，他把好好的锁进了保险箱，把好好的变成了7份名单和1行优先利用，把好好的变成了7次末日的7次献祭。他把他妈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变成了一个永远不会被打开的、被密码锁住的、嵌在墙壁里的空洞。王璐杰转身走出了卧室，他经过客厅的时候，阳台上的风把那2件晾了不知道多久的衬衫吹了起来，像2个没有身体的人在风中挥舞着空荡荡的袖子。他经过铁门的时候，被他踹变形的门框在晨光中投下一道歪斜的影子，像一个站不稳的拄着拐杖的人。他走下楼梯的时候，那个蜷缩在角落里的保安李国富还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像一尊被遗忘了的、没有人会来认领的雕塑。他走出楼门的时候，晨光已经变成了正午的光，太阳升到了最高处。3月的阳光不算毒辣，但晒在脸上还是有一种微微的灼热感。他眯起眼睛，看到楼下的空地上站着他爸、他妈和叶真真，3个人都到了，气喘吁吁，脸上全是汗。他爸的竹篙拖在地上，肩头磨秃了；他妈的红薯袋子空了大半，红薯滚了一路，像一条橙色的路标，标记着他来时的方向。叶真真的赤脚上缠着他自己的 T 恤撕成的布条，布条被血浸透了，变成了深褐色。3个人看着他，他也看着3个人，谁都没有说话。王璐杰走下台阶，走到他爸面前，把背包的拉链拉开，露出里面的信封和 U 盘。名单拿到了，他说。他爸低头看了一眼，点了点头，把竹篙从右手换到左手，腾出右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那只手粗糙温暖，带着一路跑来的汗水和灰尘，拍在他肩上的时候，力道不轻不重，像他小时候考试考砸了，他在成绩单上签字时拍他肩膀的力道一模一样。王璐杰的眼眶红了，他忍住了。走吧，他说。还有最后一件事。他妈终于开口了。什么事？王璐杰看着远处的天空，看着那个方向，不是城北，不是城南，不是任何他在地图上标注过的坐标，是河的方向，是他来时的方向，是那条小木船还在，但木之城已经不在了的方向。去河边，王璐杰说。他妈愣了一下。河边？去河边做什么？去看一个人。什么人？王璐杰没有回答。他转过身，朝河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阳光在他身后，把他的影子投在前面，长长的，瘦瘦的，像一个正在被拉长的指向远方的箭头。他爸、他妈、叶真真跟在他身后，谁都不再问了。他们已经学会了不问去哪里和做什么，他们只需要跟着他，因为跟着他就不会错。这个认知不是在末日中建立的，是在更早更早的时候，在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在她第一次学会走路，摇摇晃晃地朝他们走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建立好了。她是他们的女儿，她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这是一个不需要理由的，写在基因里的，比任何系统都牢固的协议。往河边的路和来时是同一条，但方向相反。来时他是跑，回去时他走得慢，像散步，不是累了，是不急了。他已经跑了太久，从末日降临前跑到末日结束后，从城里跑到村里，从地窖跑到防空洞，从防空洞跑到林不凡家，从林不凡家跑到这里。他跑过了所有人，跑过了所有事，跑过了所有的时间。现在他需要慢下来，需要让自己落地，需要重新学会用正常的不属于末日的速度走路。和在午后的阳光中闪着碎金般的光，那条小木船还系在码头的铁桩上，船底的积水在阳光下反着光，像一个盛满了碎玻璃的浅盘。水塔在河对岸，灰白色的塔身在蓝天中显得格外孤独，像一个被遗忘在田野中的没有人会来收割的庄稼。风从河面上吹来，带着水草的腥味和远处土壤解冻后的泥土气息。王璐杰站在码头上，看着那条船，看着河面，看着河对岸的水塔和更远处他来时走过的路。他站了很久，久到他爸在他身后打了一个哈欠，久到他妈蹲下来把破袋子里的红薯一个一个捡出来摆在地上晾着，久到叶真真坐在码头的木桩上开始拆脚上那些被血浸透的布条。他在等什么？他不知道，也许他在等一个声音，一个在末日中响起了很多次，但从来没有真正属于他的声音。也许他在等一个人，一个在61次轮回中被格式化了61次，却依然保留了3%意志的人。也许他只是在等风再大一些，把他口袋里的黄铜钥匙吹进河里，让他彻底死心。风没有变大，钥匙还在口袋里，河面上什么都没有。王璐杰蹲下来，把手伸进河水里，水是凉的，
3月的河水，冰刚刚化完，凉得扎手。他把手泡在河水里，感受着水流从指尖穿过的触感，冰凉、柔韧，永不停歇。河水不知道末日，不知道重生，不知道系统，不知道那扇门。河水只是流，从南往北，从昨天往明天，从他蹲着的这个码头往他永远到达不了的远方。一滴水落在河面上，激起一圈小小的涟漪，不是河水，是眼泪。他不知道自己哭了，直到眼泪滴在手背上，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哭，不是嚎啕大哭，不是无声落泪，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深的，像地下水从岩缝中渗出来一样的流泪。他哭的时候没有声音，只有眼泪一滴一滴地落进河里，被河水带走，流向他看不见的远方。他哭的是木之城，不是哭他死了，是哭他从来没有机会认识活着的他。他认识的木之城是被格式化了61次之后的容器，是控心术的操控者，是一个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的悲剧。他没有见过他笑的样子，真正的笑不是程序设定的恰到好处的微笑，而是笑的眼睛眯成一条缝，露出后槽牙，整个人都在发光的那种大笑。他没有见过他年轻的样子，没有见过他在第3轮末日中录下那段音频时紧张的样子，没有见过他抱着刚出生的他，把嘴唇贴在他皱巴巴的额头上，说王璐杰等时的样子。他错过了他所有的样子，只赶上了他的归零。这还不是最让他难过的，最让他难过的是，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难过什么。他爱的是哪一个木之城？是第3轮末日中那个产生了真实心跳的年轻男孩，是第61轮末日中那个只剩下3%意志的空容器，是河岸上归零前用最后0.1%的意志对他笑的那具身体，还是那个在他重生前就已经死了很多次，在很多个平行时空中以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消失了的他从未真正了解过的陌生人。他不知道，他爱的是一个他来不及认识的人。这个认知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锯着他的心，不疼，但慢，慢到每一寸疼痛都有足够的时间在他身体里扩散开来，占据他所有的感官。他蹲在码头上，哭得浑身发抖，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一个在暴风雨中没有伞的孩子。一只手落在他肩膀上，不是他爸的手，那只手更小更软，指尖有泡红薯留下的红薯淀粉。他妈的手。妈知道。赵秀兰的声音从他头顶传来，不高不低，像在说一件他早就知道的事。你在哭那个小伙子，给你送泡面来的那个，他妈没了，爹不知道在哪。一个人活到这么大，没吃过一顿家里的饭，第一次吃妈煮的泡面，哭了半天。王璐杰的肩膀抖得更厉害了。他妈蹲下来，和他并排蹲在码头上，把手伸进河水里，和他一起泡着。母女俩的手在水下并排躺着，像2条搁浅的终于可以休息了的鱼。他叫什么来着？赵秀兰问。木之城，木之城。赵秀兰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像在品尝一颗没吃过的糖。好名字，城。他妈给他取这个名字，是想让他像一座城一样，能保护人，也能被人保护。可惜了，他这辈子既没保护过人，也没被人保护过。王璐杰猛地抬起头，看着他妈。赵秀兰的眼眶是红的，但她的表情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终于想通了什么的表情。你在河岸上哭的时候，妈没过去。赵秀兰说，不是不想过去，是不敢。妈怕一过去，你就不哭了，你不哭了，那些眼泪就白流了。有些眼泪得流出来，流不出来，会烂在肚子里，烂成一辈子的病。他妈把手从河水里抽出来，甩了甩，用湿漉漉的手摸了摸王璐杰的头，冰凉的河水顺着王璐杰的头发往下淌过他的额头、眉心、鼻梁、嘴唇、下巴，滴在他的膝盖上，像一场迟到了很久的终于下来的雨。他要是在天有灵，赵秀兰说，看到你为他哭成这样，应该也值了。不是每个人都有人为他哭的。妈这辈子见过死人，见过死人的家里人哭，有的哭的真，有的哭的假。你哭的真，真的哭就是这么哭的，没有声音，眼泪一滴一滴的掉，像下雨。妈年轻的时候也这么哭过，哭的是你姥姥。你姥姥走的时候，妈蹲在医院的走廊里，一滴一滴的哭，哭到医生过来问要不要给你打一针镇静剂。王璐杰看着他妈，看着他妈眼角那些像扇子一样的皱纹，
看着他妈鼻梁上那颗从小就在的痣，看着他妈因为常年做家务而粗糙起皮的嘴唇，他忽然意识到，他妈不只是他妈，他妈也是一个女人的女儿，一个曾经蹲在医院的走廊里为他的妈妈一滴一滴的哭过的女人。那些眼泪流走了，被时间带走了，被她成为妈妈之后的那些年带走了，被红薯粥和泡面和洗不完的衣服和操不完的心带走了。但眼泪流走之后留下的痕迹还在，在他妈的皱纹里，在他妈说起你姥姥时微微发红的眼眶里，在他妈此刻放在他头顶上的湿漉漉的冰凉的手里。王璐杰伸出手抱住了他妈，母女俩蹲在码头上抱在一起，像两棵在风中靠在一起的根系在泥土深处紧紧纠缠的树。他爸站在他们身后，把竹篙插在泥地里，双手撑着高顶，看着河面，他的背影在午后的阳光中像一尊沉默的石像。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在想他妈，也许在想他爸，也许在想他这辈子流过的和没有流过的眼泪，也许什么都没想，只是在看河。叶真真坐在木桩上，脚上的布条已经拆完了，露出下面被碎石子割破的血肉模糊的脚底。他没有喊疼，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脚，看着血从伤口里渗出来，在脚底画出一幅没有人能看懂的地图。河面上起风了，风从南边来，吹皱了河面，把碎金般的光揉成了一团模糊的流动的金色。风穿过水塔，穿过废弃车间，穿过防空洞半掩的铁门，穿过那条王璐杰跑过的碎石子路，穿过林不凡家被踹变形的铁门和阳台上那两件空荡荡的衬衫，穿过所有末日降临前和结束后的一切，吹到了这个码头上，吹到了这4个人的身上。风里有什么东西，不是声音，不是气味，是一种感觉，一种他在蓝色面板消失后以为再也感觉不到的东西。不是系统提示，不是精神力波动，不是任何超自然的征兆，是心跳，一颗很远的很微弱的像隔了很多层墙传来的心跳。不是他的，不是他爸妈的，不是叶真真的，是另一颗心脏，一颗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所有的末日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在意识的尽头，在所有平行时空的交汇处跳动了61次，被格式化了61次，被清零了61次，但始终没有停止的心跳。王璐杰松开他妈，站起来，面朝风来的方向，闭上了眼睛。风从他脸上吹过，带着河水的凉意和水草的气味。在那阵风里，那颗心跳变得清晰了一些，像一台收音机被慢慢调整了频率，杂音少了，信号强了，他能感觉到那个节奏了。不是控心术，不是任何能力，是共鸣，是两颗在无数次轮回中被无数次推向彼此又无数次错过的心。终于在所有的末日都结束之后，在所有的系统都消失之后，在所有超自然的力量都退场之后，用最普通的、最人类的、最原始的方式，心脏的跳动了，找到了对方。他睁开眼睛，河面上什么都没有，水塔还是水塔，小木船还是小木船，一切都和闭上眼睛之前一样，但一切都不一样了。他能感觉到他在那里，在那个他到达不了的地方，在意识的尽头，在平行时空的交汇处，在连风都吹不到的所在。他还在等，不是因为他还剩下多少意志，不是因为他还记得他，是因为等已经成了他的本能，成了他被格式化了61次之后唯一没有被抹掉的东西，就像他的心跳一样。王璐杰深吸一口气，转过身，面对着他爸、他妈和叶真真，3个人的目光同时落在他身上。他爸的目光沉得像毛，他妈的目光软得像水，叶真真的目光亮得像刚被擦过的玻璃。走吧，王璐杰说，回家。他妈愣了一下，回家，不找那个人了。王璐杰看了一眼河面，又看了一眼天空，最后看了一眼自己脚上那双沾满了泥和血，已经看不出本来颜色的帆布鞋。不找了，他说他会来找我的，不是直觉，不是预知，不是任何超自然的能力，是相信。他相信木之城在经历了61次格式化之后，还保留了3%的意志，相信那3%的意志里有他，相信他会用他的余生来等他，不是被动的等，是主动的、用力的，像他跑过这一切一样的去活。他活得越好，他越容易找到他，因为他的意志是从他身上长出来的，他是他的根，根在，树就会长回来。他弯腰捡起地上一个滚落的红薯，擦掉上面的泥，放进他妈的破袋子里，然后他伸出手，从口袋里掏出那把黄铜钥匙，看了看，用力一甩，把它扔进了河里。钥匙在空中划出一道金色的弧线，落在河面上，溅起一朵很小的水花。
沉了下去。2046的门牌号，林不凡家的备用钥匙。他在末日降临前以为能打开一扇门的全部幻想，都沉进了河底，和淤泥在一起，和水草在一起，和那些永远不会被任何人找到的秘密在一起。他不需要那把钥匙了，他要打开的门不需要钥匙。红薯在地窖里堆成了小山。赵秀兰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把滚落在碎石子路上的红薯一个一个捡了回来，有些摔裂了，有些蹭破了皮，有些沾满了泥，但他一个都没扔，全捡回来了。裂了的切成块晒红薯干，破皮的削掉那一块，照样煮粥。沾了泥的洗干净，能放更久。这是他妈教他的。在赵秀兰还是一个蹲在医院走廊里为母亲哭泣的年轻女人时，她的母亲曾对她说过：东西坏了不要紧，心不能坏。东西坏了能修，心坏了就什么都没了。他把这句话传给了王璐杰，不是在末日中传的，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在王璐杰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在一次他打碎了一个碗，吓得哇哇大哭的下午，赵秀兰没有骂他，没有打他，只是蹲下来，把碎碗片一片一片捡起来，包在旧报纸里，扔进垃圾桶，然后对他说：碗碎了就碎了，人没事就好，你比碗重要，记住了吗？王璐杰记得，他记得每一个这样的瞬间，那些瞬间在末日之前只是普通的、不值一提的日常，是他以为每个母亲都会做的事，每个孩子都会得到的待遇。直到他在末日中看到了林不凡保险箱里那张照片，看到照片里那个靠在病床上的女人用最后一丝力气写下“你要好好的”，他才明白，好好的不是理所当然的，是被另一个人用命换来的。穆之成的母亲在生下他之后就走了，不是死了，是走了，留下他一个人，在无数个寄养家庭和福利院之间辗转，从一个名字换到另一个名字，从一个城市换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身份换到另一个身份。他从来没有人在他打碎碗的时候对他说过你比碗重要。他被打碎了很多次，没有人把他捡起来，直到他遇到了系统，系统给了他一个任务，一个身份，一个存在的理由，然后系统也抛弃了他。在他归零的那一刻，系统把他从所有记录中删除了，就像删掉一行没用的代码。所以他要找到他，不是因为系统给了他任务，不是因为他欠他一条命，不是因为任何宏大的超越个人情感的理由，是因为他有一句话要对他说，一句在所有人对他的描述中从未出现过的话：你比碗重要，你比所有的末日，所有的轮回，所有的系统，所有的数据都重要。你活着本身就是意义，不需要成为任何人，不需要完成任何任务，不需要为任何人牺牲。你是被允许存在的，被允许快乐的，被允许做梦的，被允许被爱的。这句话在他心里憋了很久，从河岸上木之城倒下的那一刻就憋着了。他憋过了防空洞的日子，憋过了去林不凡家的路，憋过了在码头上的那场无声的哭泣，憋到了现在，他不能再憋了。他不是怕憋出病来，他是怕木之城等不到末日结束后的第5天。王璐杰起得很早，天还没亮，他妈在灶台边熬粥，他爸在门口用砂纸打磨竹篙的尖头。叶真真还在行军床上睡着，他从背包里翻出那张城北的地图，在防空洞的 LED 灯下展开。木之城倒下的河岸在地图上没有标注，那是一个无名的地点，在地图上是2条线，一条蓝色的河，一条棕色的路，交汇处的一个空白。他用手指点在那个空白上，感受着纸面的纹理，想象着那片土地如今的样子，也许已经被风吹平了，也许长出了新的草，也许那具归零的身体已经被好心人埋葬了，也许没有，也许他还躺在那里，面朝下，像一个被遗忘在田野中的没有人会来认领的稻草人。他要去把他领回来。妈，王璐杰头也没抬，我今天要出门。赵秀兰往粥里加了一把红枣，没有问去哪。自从末日结束以后，他就不问了，女儿去哪他就去哪，或者不去。不问比问好，因为问了就可能听到不想听的答案，而他已经听够了不想听的答案，从林不凡的嘴里，从张小雅的嘴里，从那些末日中死去的、活着的、半死不活的人嘴里，他只想听女儿说：妈，粥好了吗？和妈，今天吃什么？和妈，我回来了，粥好了，过来吃。赵秀兰说。王璐杰喝了2碗粥，不是因为饿，是因为需要力气。去找木之城不需要体力，他不知道他在哪，也许在河岸上，也许在意识网络里，也许在所有平行时空的交汇处，也许在他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但无论他在哪，他都需要力气走到他能听见他说话的距离内。说话不需要体力，
说话需要的是心气，而心气是从一碗滚烫的红薯粥里，从他妈站在灶台边被热气熏红的脸上，从他爸打磨竹篙时砂纸和木头摩擦的沙沙声里，一点一点攒出来的。他背上背包，把折叠刀别在腰后，推开了铁门，晨光涌进来，和每一天一样，和末日前的每一天一样，和地球存在以来的每一天一样，太阳照常升起，不管世界上有没有末日，有没有丧尸，有没有系统，太阳不在乎，太阳只是按照他自己的节奏发光发热，照亮一切值得照亮和不值得照亮的东西。他爸靠在门边，竹篙立在身旁，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的烟。他看了王璐杰一眼，没有说注意安全，没有说早点回来，没有说爸跟你一起去，他只是把叼着的烟拿下来，在他额头上弹了一下，不疼，但很响。去吧，他说。王璐杰沿着河走，晨风从河面上吹来，带着3月特有的潮湿的泥土解冻后的气息。河边的柳树开始抽芽了，嫩绿色的芽苞在灰色的枝条上像一颗颗小小的还没睁开的眼睛，有些芽苞已经绽开了，露出里面更嫩的几乎透明的绿色，在晨光中像玉石一样温润。末日没有杀死柳树，病毒没有感染柳树，丧尸没有啃食柳树，柳树不管不顾地发了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他走过了他跑过的那段碎石子路，走过了他爸的竹篙拖出的那道痕迹，走过了他妈的红薯滚落的那条橙色的线，走过了叶真真的赤脚留下的那些暗红色的脚印。痕迹还在，有些已经被风吹淡了，有些被雨水冲模糊了，但还在。他沿着这些痕迹走，像沿着一条只属于他的用血和泪和红薯画出的通往过去的路。河岸出现在视野里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那片开阔地和5天前不一样了，不是变了模样，是变了颜色。5天前这里是灰白色的，土地被高温烤得皲裂，草被烤成灰烬，空气被热浪扭曲成流动的玻璃，现在是褐色的，解冻的泥土散发出潮湿的肥沃的适合种子生长的气味，裂缝里长出了新的草，不是绿色的，是那种嫩黄的，刚钻出土层的，还没晒够太阳的浅色。草地上开着白色的小花，很小，一朵只有指甲盖大，花瓣薄得像纸，在风中微微颤抖。王璐杰站在开阔地的边缘，看着那片草地，看着那些白色的小花，看着褐色的土地和远处灰白色的水塔，看着这一切在晨光中组成的安静的不像末日后的画面。木之城不在这里，他早就知道，他只是需要来看一眼。河岸上他倒下的那个位置，如今长出了一小片野草，比周围的草更密更绿，像有人在这里浇过水。他蹲下来，伸手摸了摸那些草，草叶是凉的，带着露水，在他的指尖划过，像某种无声的温柔的回应。他没有哭，他已经哭够了。眼泪有用，但不能一直用。眼泪是河，流过了就要往前走，不能停在原地等河水倒流。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样东西，是他出门前从物资堆里翻出来的一个搪瓷盆，就是赵秀兰给木之城泡面的那个盆。盆的边缘磕掉了好几块瓷，露出下面黑色的铁，像一张掉了牙的嘴。他把搪瓷盆放在那片野草旁边，又从背包里拿出一包没拆封的泡面，撕开放进盆里，没有加水，没有加热，干吃面。木之城在第3次轮回中还没来得及吃的那一碗，他把泡面放在盆里，站起来退后一步，看着那个盆和那片草和那些白色的小花。木之城，他说，泡面给你放这了，你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吃，我不等你了，我要回去过日子了。红薯粥不能放，放凉了就不好喝了，我妈熬粥不放碱，稠是稠，但不糊，你上次喝过的。风从河面上吹来，吹动了那些白色的小花，吹动了搪瓷盆里的干面饼，吹动了王璐杰的头发。风里有红薯粥的味道，不是真的味道，是他带来的。他的衣服上、背包上、头发上、皮肤里，全是那个防空洞里的红薯粥的味道。赵秀兰熬粥熬了几十年，那个味道已经渗进了王璐杰的身体里，成了他的一部分，像血型，像指纹，像他后颈上那块老天爷做的记号。他转过身，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没有回头，不是不想回头，是知道回头看到的也只是风在吹，草在动，花在开。木之城不在那些草里，不在那些花里，不在风里，他在更远的地方，在他需要走更长的路才能到达的地方。而他今天不走了，今天要走的路已经走完了，他走了，回家了，明天再来，不是告别，是约定。明天、后天、大后天
每一天，他会带着泡面和红薯粥来，会把搪瓷盆放在那片草地上，会和风说一会儿话，然后回家。直到有一天，那片草地上不再只有风在吹，有一个人蹲在那里，端着搪瓷盆，吃一碗他等了61次轮回的泡面。他相信这一天会来，不是因为他有预知能力，不是因为系统给了他任何提示，是因为柳树发芽了，草从裂缝里长出来了，白色的小花开满了河岸。在这个被末日摧毁过的世界里，生命在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地方重新开始了。如果草可以，如果花可以，如果柳树可以，那么它也可以。它是他见过的最顽强的东西，不是因为它有多强大，是因为它被摧毁了61次，每一次都剩下了3%，3%不多，但够用了。够它在归零之后重新发芽，够它在无数的平行时空中找到它的方向，够它从意识的尽头走回来，走回这片河岸，走回这个搪瓷盆，走回这碗泡面。王璐杰走回了碎石子路，走回了防空洞，走回了铁门前。他推开门， LED 灯的白光照在他脸上，灶台上的红薯粥还冒着热气。他爸在磨竹糕，他妈在切红薯干，叶真真在帮忙把红薯片摊在报纸上晾着。一切都和他离开时一样，一切都和末日后的每一天一样，一切都和他决心要过下去的那种日子一样，普通的、重复的、不起眼的，但属于自己的日子。他走进去，关上了铁门，门栓插上的声音在空旷的地下空间里回荡开来，像一个句号，又像一个冒号，结束了一段，开始了下一段。没有系统，没有任务，没有倒计时，只有他和他选择留下来的人，和他选择等待的人，和他选择成为的自己。王璐杰走到灶台边，端起那碗还冒着热气的红薯粥，吹了吹，喝了一口，粥还是烫的，红薯还是甜的，他妈熬粥的姜丝还是那么长，长长的一根缠在勺子上，像一条橙色的丝带。他笑了，他爸叼着烟看了他一眼，也笑了，烟灰掉在衣服上，又烫了一个洞。他低头看着那个洞，没有拍，抬起头继续笑。赵秀兰看着父女俩，一个笑，两个笑，都笑了。红薯干切的厚一块薄一块，他也不管了，放下刀，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笑了。叶真真没有笑，她低着头，认真的把红薯片一片一片地摊开，间距均匀，排列整齐，像在摆一个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图案。他摊了很久，久到王璐杰喝完了一碗粥，久到赵秀兰又给他盛了一碗，久到他爸把竹糕磨得锃亮。然后他站起来，转过身，看着王璐杰，他的眼睛里有荧光，不是声波成像能力的荧光，是泪光。末日结束后他就没哭过，脚底被碎石子割得血肉模糊没哭，从防空洞跑到林不凡家，再跑到河边，再跑回来没哭，听到王璐杰要去河岸上找一个归零的人也没哭。但此刻，在所有人都笑了的此刻，他哭了，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他终于相信了，末日真的结束了，他们真的活下来了。王璐杰说的回家不是指这个防空洞，是指一种状态，一种你可以坐下来喝一碗粥，笑一个下午，把红薯干切得厚一块薄一块也不用担心的状态。王璐杰放下碗，走到叶真真面前，伸出手，没有说别哭了，没有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是伸着手，掌心朝上，五指微张，像在防空洞门口对叶真真伸出的那只手，像在平行时空中对苏婉伸出的那只手，像在厂长和李德厚和女孩变异体面前伸出的那只手，像在所有需要被看见、被接纳、被允许存在的人面前伸出的那只手。叶真真握住了那只手，她的手是凉的，还在抖，但她握得很紧，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块浮木。王璐杰握了回去，两只手在防空洞的 LED 灯下交握在一起，影子投在土墙上，像一棵树，两个分叉的枝丫在同一个根上生长。那天晚上，赵秀兰烧了一大锅水，让每个人都洗了一个热水澡，水是从河里挑来的，在灶上烧热了，倒进一个塑料大盆里，没有淋浴，没有浴缸，没有浴霸，毛巾是旧的，但洗得很干净，晒过，有阳光的味道。王璐杰最后一个洗，他关上门，脱掉衣服，走进那个塑料大盆里，水没过了他的脚踝、小腿、膝盖。他蹲下去，让水没到肩膀。他闭上眼睛，把自己沉进热水里，水的温度透过皮肤渗进肌肉，渗进骨骼，渗进心脏。心脏在胸腔里跳动着，一下一下的，稳定的，有力的，像一个不知道疲倦的鼓手。他把手放在胸口，感受着那个跳动。他的心跳不属于任何人，不给任何人提供能量，不被任何人操控，是他自己的。
从他在母亲的子宫里形成心脏的那一刻就开始跳了，一直跳到现在，跳过末日，跳过重生，跳过所有的系统，跳过所有的眼泪和奔跑和等待，他还会跳很久。他想让他跳到木之城回来的那一天，跳到他能对他说出那句话的那一天，跳到他能听见、能回应、能伸出手握住他的手的那一天。他睁开眼睛，从水里站起来，水珠从他的身体上滑落，在灯光下闪着光，像无数颗细小的短暂的星星。他用旧毛巾擦干身体，穿上赵秀兰给他准备的干净衣服，一件碎花棉袄，他妈年轻时候穿的，洗得发白，但很暖和。他裹着那件棉袄，走出洗澡间，穿过防空洞，走进行军床，把自己塞进被子里。被子是刚晒过的，有阳光的气味和赵秀兰缝被子时留下的针线特有的那种淡淡的铁锈味。他闭上眼睛，黑暗中有光，不是 LED 灯的光，是他记忆中的光。第三轮末日中木之城录下那段音频时台灯的光，他在那束光里说：“万一我能记得他呢？”声音很轻，像怕吵醒了什么。那束光还没有灭，在所有的末日结束之后，在所有的系统关闭之后，那束光还亮着，在他记忆最深处的那个房间里，照着桌上那个搪瓷盆，盆里的泡面还冒着热气，像刚泡好的，像时间在那个房间里停止了，像在等他推门进去。王璐杰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他看着防空洞的天花板，看着那些糊在土墙上的旧报纸，看着报纸上那些他读了无数遍的标题和日期，看着天花板角落里的蜘蛛网和那只不知道什么时候搬进来的正在结网的灰色蜘蛛。木之城，他轻声说：“我还活着，你也要活着。”春天是在王璐杰没有注意的时候来的，不是日历上那个春天，是真正的春天。柳絮开始飘了，河面上的冰彻底化干净了。风从南边吹来，带着暖意，像一只温柔的手，一遍一遍地抚过这片被末日摧残过的土地。末日结束后的第43天，王璐杰已经不再数日子了，他只是在每个清晨推开铁门，看看河岸上的那片草地，看看白色的小花开了多少，看看搪瓷盆还在不在。搪瓷盆一直在那里，被风吹日晒雨淋，瓷面剥落的更多了，露出下面大片大片的黑铁，像一个长了老年般的沉默的老人。盆里的泡面早就被风吹走了，他又放了一包，又被吹走了，他又放了一包。现在盆里的那包泡面是他昨天放的，面饼上用石头压了一张纸条，纸条上用圆珠笔写着4个字：等你回来。赵秀兰的红薯干晒好了，他把红薯干装在塑料袋里，扎紧口，放在防空洞最干燥的角落，说能放一个春天。他爸把竹篙磨成了真正的武器，尖头磨得能当针使，但他不再随身带着了，而是把它靠在铁门后面，像一个不再需要的但舍不得扔掉的纪念。叶真真的脚好了，伤口愈合了，结的痂掉了，新长的皮肤是粉红色的，比周围的皮肤嫩得多，像一块刚补好的补丁。他没有离开防空洞，不是因为没有地方去，是因为他选择了留下，就像王璐杰选择了留下，就像所有人选择了留下。不是因为没有选择，是因为这里有粥喝，有红薯干吃，有人在等你回来。林不凡和张小雅没有再出现过，也许他们离开了这座城市，也许他们躲在某个角落里，也许他们变成了和王璐杰一样的人，在末日后的废墟中重新学习如何生活。名单被公开了，王璐杰在末日结束后的第7天，通过叶真真找到的短波电台，把 U 盘里的内容传遍了所有还能收到信号的频率。7份名单，7轮末日，成千上万个名字。林不凡的名字在所有幸存者的心中，从一个可能的英雄变成了一个确定的罪犯，不是法律的罪犯，法律已经在末日中失效了，是道德的罪犯，是人心的罪犯，是所有那些在名单上找到了亲人名字的人的眼泪的罪犯。张小雅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名单上，她不是优先利用的目标，她是协助利用的工具。王璐杰没有在广播中提到张小雅，不是因为他宽恕了她，是因为张小雅这个名字不值得占用末日结束后的任何1秒电波。有些人不值得被记住，王璐杰记得的人只有一个。第44天清晨，王璐杰照例推开了铁门，晨光涌进来，他在门槛上坐了一会儿，等眼睛适应外面的光线。柳絮在空中飘着，像无数颗微小的白色的没有重量的星星。河面上起了薄雾，对岸的水塔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个正在退场的最后的演员。他站起来，沿着河岸走，这条路他走了43天，每一天都走，走出了2条浅浅的
被脚步压实的痕迹，像2条平行的小路，通向那个他放搪瓷盆的地方。野草长高了，高到了他的膝盖，草叶上挂着露水，打湿了他的裤腿。白色的小花比他上次来的时候多了很多，不是1朵2朵了，是一小片一小片的，像有人把一把碎银子撒在了草地上。搪瓷盆还在，泡面还在，石头还在，纸条还在。他蹲下来，把纸条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行新的字：第44天，红薯干晒好了，给你留了一袋。他把纸条重新压在石头下面，站起来，转过身，准备像过去的每一天一样，沿着那2条被他的脚步压出来的小路走回去。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不是风，不是河，不是鸟，不是任何他能叫出名字的东西发出的声音，是一个脚步声，很轻很慢，像是走了很远的路，终于走到了目的地。在最后一步落下的时候，不知道该用多大的力气，那个脚步声响了一下，停了，然后又是一下，又停了，像一个人在试探自己是否被允许存在，像一个人在被拒绝了无数次之后，还在小心翼翼的、卑微的、不死心的尝试最后一次。王璐杰没有回头，不是不想回头，是怕回头发现什么都没有，是怕回头发现有什么，是怕这一切又是梦，是怕这一次不是梦。他站在这44天来每天都站的同一个位置，保持着每天转身离开时的同一个姿势，一动不动，像一尊被时间冻结的、不敢呼吸的雕塑。那个脚步声在他身后3步远的地方停住了，然后是一个呼吸声，不平稳、不均匀，像一台很久没有使用过的机器在重新启动时发出的那种断断续续的、带着金属摩擦声的喘息。那呼吸声里有风霜，有长途跋涉后的疲惫，有一个人在极度的恐惧和极度的希望之间来回摇摆时特有的那种短促的、不规则的节奏。王璐杰的眼睛模糊了，不是眼泪，是雾气，是清晨的河面上的他每天都会穿过的那些薄雾，不知怎么钻进了他的眼眶里，把他眼前的世界变成了一片模糊的、流动的、无法聚焦的水彩。他深吸一口气，转过身，晨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眯着眼睛，透过那片模糊的光和雾和泪，看到了一个人形的轮廓，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穿着一件灰色的看不出原来颜色的衣服，头发很长，遮住了半边脸，乱得像一个鸟窝。他的手里没有拿着搪瓷盆，没有拿着泡面，没有拿着任何东西。他的2只手垂在身体两侧，微微发抖，像一个不知道自己该把手放在哪里的人。他的脸被头发遮住了大半，但王璐杰看到了他的眼睛，那双眼睛是深棕色的，阳光下会泛出琥珀色的光，不是空洞的，不是玻璃珠一样的，不是被格式化了61次之后的那种什么都没有的灰色。那双眼睛里有光，微弱但真实，像一盏在暴风雨中摇晃了很久，所有人都以为它已经熄灭了的灯，在风停雨歇后的第一个夜晚重新亮了起来。王璐杰的嘴唇在抖，他想说话，想说你回来了，想说我等你很久了，想说泡面凉了，我再给你泡一碗，但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他的喉咙被太多的东西堵住了。44天的等待，61轮的轮回，1024个平行时空中1023次失败的尝试，以及此刻在这1024个时空中第一次成功了的，站在他面前的，从意识的尽头走回来的，带着一身风霜和疲惫和不确定的木之城。他看着他，他看了很久，久到晨光从金色变成了白色，久到河面上的薄雾散尽露出了对岸的水塔，久到柳絮落在他的头发上、肩膀上、手背上，像一朵朵微小的白色的迟迟不肯融化的雪。然后他开口了，他的声音沙哑，像很久没有说过话，像一个在沙漠中走了很久的人终于找到了水源。第一口水咽下去的时候，喉咙会因为太久没有使用而发出撕裂般的疼痛，但他还是开口了。他说了3个字，不是我回来了，不是对不起，不是谢谢你，是3个王璐杰从来没有在任何一轮末日中听到过的，没有任何一个平行时空中的木之城对任何一个王璐杰说出过的字。我记得。王璐杰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不是一滴一滴的落，是决堤的洪水，是憋了太久的，被压抑了太多次的，在所有眼泪都应该已经流干了之后又重新涌出来的，像河面解冻时冰层碎裂的那种眼泪。他哭着往前走了一步，又一步，又一步，走到了他面前，伸出手碰了碰他的脸。他是热的，不是搪瓷盆的那种烫，不是红薯粥的那种热，是人体的
活人的，有血有肉的温度，他的皮肤下面有血液在流动，他的肌肉在他指尖的触碰下微微收缩了一下，像一个太久没有被任何人碰过的人，在第一次被触碰时，整个身体都会不自觉地做出反应，不是退缩，是不敢相信。王璐杰把手贴在他的脸上，掌心贴着他的颧骨，手指插进他乱糟糟的头发里，他的头发很脏，打了结，有灰尘，有泥土，有不知道走了多长的路才留下的各种痕迹。他的手在他的头发里停住了，不是因为脏，是因为他感觉到了，在他的头皮下面，在他的颅骨之内，在他的大脑最深处，有什么东西在跳动，不是血管，不是神经，是意志，是那3%的，从61次格式化中残存下来的。在他每天放在搪瓷盆里的那包泡面和那张写着等你回来的纸条中，一点一点长大，一点一点发芽，一点一点从意识的尽头穿过所有平行时空，走过所有他不知道名字的路，终于走回到这片河岸，走回到他面前的意志，3%变成了100%，不是系统检测到的，是他感受到的，在他的指尖下，在他的皮肤和头发之间，那100%的意志不是冷冰冰的数据，是热的，是活着的，是会因为他的触碰而微微颤抖的。王璐杰踮起脚尖，把嘴唇贴在了他的额头上，不是吻，是一种更古老的、更原始的，在语言诞生之前，人类就已经在使用的，表达你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的方式。他的嘴唇贴着他额头上的皮肤，感受着他的体温，他的脉搏，他因为太久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而微微急促的呼吸。穆之成，他贴着他的额头说：“你回来了。”他的身体在他的怀抱中猛地一僵，像一个被电击了的人，所有的肌肉同时收缩，所有的骨骼同时震了一下，然后他动了，他的手从身体两侧抬起来，缓慢的、犹豫的，像一台生了锈的机器在重新启动，一点一点的，一个关节一个关节的抬起来，最后落在了他的背上。他的手很轻，像怕用一点力它就会碎，像一个在沙漠中走了很久的人终于找到了水源，不敢大口喝，怕一喝就没了一样的那种小心翼翼的、卑微的、让人心碎的轻。他把脸埋在他的肩窝里，像一只被遗弃了很久的、终于被人捡起来的、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表达感激和委屈和释然的动物。他没有哭，但他的整个身体在发抖，抖得像个筛子，抖得王璐杰不得不把他抱得更紧，紧到他的手臂发酸，紧到他的骨头和他的骨头之间没有一丝缝隙。你等了我多久？他问。他没有回答，他的声音从他的肩窝里传出来，闷闷的，像一个从很深很深的水底浮上来的气泡。从你出生的那天开始等的。王璐杰抱着他笑了，不是苦笑，不是微笑，是那种从身体最深处涌上来的，止不住的，像小孩子一样的笑，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笑的露出了后槽牙，笑的整个人都在发光。他笑了很久，久到穆之成从他肩窝里抬起头来看着他的笑脸，自己脸上那个不好看的、嘴角在抖的、眼眶是红的笑容也跟着慢慢的浮现了出来。两个人在河岸上笑着，晨光从他们身后照过来，在他们面前的草地上投下两个交叠在一起的影子，像一棵树，两个分叉的枝丫终于长在了一起，分不清哪根是谁的。笑声传到了河对岸，传到了水塔，传到了防空洞扮演的铁门里。赵秀兰正在切红薯，刀悬在半空中，停住了。他爸叼着烟，烟灰已经很长了，灰白色的烟灰在阳光下像一小节快要断掉的枯枝。叶真真坐在行军床上，手里拿着一本从物资堆里翻出来的、缺了封面的旧书，书页很久没有翻动了。三个人同时抬起头，同时看向铁门的方向，谁都没有说话，但三个人同时放下了手里的东西。赵秀兰放下了刀，他爸拿下了烟，叶真真合上了书。三个人同时站起来，同时走向铁门，同时推开了那扇半掩的、生锈的、见证过末日和重生和所有等待和归来的铁门。晨光涌进来，照亮了他们的脸。河岸上，王璐杰站在野花丛中，他的身边站着一个人，一个穿着灰色衣服、头发乱得像鸟窝、脸上有一道疤但眼睛里有光的男人。他的手握着他的手，十指交握，像两把钥匙插进了同一把锁。赵秀兰站在铁门口，看着那个男人，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走回灶台边，重新拿起了刀，继续切红薯。他切得很慢，切得很厚，但他切得很认真，像一个正在准备一顿很重要的饭的人。妈，王璐杰的声音从铁门外面传来，多熬一碗粥。赵秀兰的刀顿了一下，她没有回头，
但他笑了，那个笑容在他眼角的皱纹里漾开，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涟漪一圈一圈的扩散到他花白的头发、粗糙的双手、佝偻的脊背上。他笑着往锅里多加了半瓢水，多加了一把米，多加了几块红薯。灶台上的火更旺了，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的粥咕嘟咕嘟的冒着泡，红薯的甜味和米的香味在晨光中弥漫开来，飘出了铁门，飘过了水塔，飘过了河岸，飘到了每一个正在醒来的人身边。王璐杰牵着穆之成的手走进了铁门，他爸站在门边，嘴里叼着那根烟灰已经很长了，但始终没掉的烟。他看着穆之成，看了好几秒钟，然后伸出手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穆之成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没有说欢迎回来，没有说好好对他，没有说任何一句一个父亲应该在这种时刻说的话，他只是拍了一下，像拍一株他一直在浇水的终于开花了的花。穆之成看着他，嘴唇动了一下，似乎想叫一声叔叔，但那个称呼在他嘴里像一块石头，太大太硬，他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他从来没有叫过任何人叔叔，从他有记忆以来，他就没有对任何长辈使用过任何亲昵的称呼。他不知道该怎么叫，不知道被叫的人会怎么回应，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叫。他爸看着他那张欲言又止的脸，把那根烟重新叼回嘴里，说了一句让穆之成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叫什么都行，不叫也行，进来吃饭。穆之成的眼眶红了，他跟着王璐杰走进防空洞，走过那堆红薯干，走过那根靠在墙角的竹篙，走过那张折叠桌和4把折叠椅，走到了灶台边。赵秀兰正在盛粥，1碗、2碗、3碗、4碗、5碗，5碗粥，5双筷子，5个碗。他转过身，把第1碗粥递给了穆之成。穆之成接过那碗粥，碗是烫的，粥是稠的，红薯是橙色的，米是白的，姜丝是黄的。他捧着那碗粥，站在灶台边，看着碗里冒出的热气在晨光中袅袅升起，像一条条透明的会跳舞的丝带。他看了很久，久到赵秀兰以为他不喜欢吃，刚要开口说不喜欢吃红薯，妈下次给你煮白粥。他低下头喝了一口，然后他蹲下来，把脸埋在碗里，像一只终于喝到了水的在沙漠中走了很久的动物，大口大口的喝，喝到呛了，咳了几下，继续喝。粥从他的嘴角溢出来，顺着下巴往下淌，滴在地上，1滴、2滴、3滴，分不清哪些是粥，哪些是眼泪。王璐杰蹲在他旁边，把1碗粥端在自己手里，慢慢的喝。他没有看他，没有说慢点喝，没有说别哭了，只是和他并排蹲在灶台边喝粥。2个人蹲在一起，肩膀挨着肩膀，像2个刚从一场漫长的、黑暗的、没有尽头的隧道中走出来的人，在出口处看到了光，但还没有适应光的亮度，需要蹲一会儿，需要互相靠着，需要喝1碗滚烫的粥，才能慢慢的站起来，走进光里。防空洞外面，太阳升到了水塔的上方，阳光从铁门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土墙上画出一道道金色的、细细的，像琴弦一样的光线。那些光线落在旧报纸上，落在蜘蛛网上，落在赵秀兰切了一半的红薯上，落在那5碗红薯粥上，落在王璐杰和穆之成并排蹲在一起的2个交叠在一起的影子上。春天真的来了，不是日历上的春天，不是节气里的春天，是真正的有温度的，能看到种子发芽，能看到花蕾绽放，能看到一个人在经历了61次轮回和44天的跋涉之后，终于端着1碗红薯粥蹲在灶台边，喝出了眼泪的春天。王璐杰喝完了粥，把碗放在灶台上，站起来，向穆之成伸出手。穆之成放下碗，握住那只手，站起来，2个人的手交握在一起，十指紧扣，像2把钥匙插进了同一把锁，像2棵树在泥土深处根系纠缠在一起，像2条河流在某个不知名的但地图上永远会标注的位置汇合了。从此，那条河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不是任何地图上写的名字，是在所有经历过或听说过这场末日的人心里，那个名字是回来。他回来了，他回来了，他们都回来了，不是回到末日前的世界，那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是回到彼此身边，回到这个有红薯粥、有搪瓷盆、有柳絮、有白色小花的春天里，回到一个普通的、不起眼的，但值得活下去的日子。末日结束了，春天开始了。王璐杰在防空洞的铁门上挂了一块木牌，木牌是他爸用竹篙剩下的边角料做的，上面用烧焦的树枝写了3个字，不是避难所，不是安全屋，是等你的地方。
穆之成看到那块木牌，站在铁门前，伸出手摸了摸那3个字。木牌被太阳晒得很暖，笔画里的胶痕在他的指尖下像一道道浅浅的、永远不会被磨平的刻痕。他摸了一遍，又摸了一遍，然后转过身，面对着他从意识的尽头走了44天才走到的这个地方，面前站着的人和身后那扇不需要锁的铁门。我不走了，他说。王璐杰看着他，看着他被晨光照亮的，终于不再空洞的、有了光的眼睛，看着他乱糟糟的头发和脸上那道不再狰狞的疤痕，看着他穿着那件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才走到这里的灰色衣服，站在他的面前，像一个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的不用再赶路的旅人。他伸出手牵住了他的手，2只手握在一起，手心贴着手心，温热贴着温热，心跳贴着心跳。我知道河面上又起风了，柳絮从河对岸飘过来，像一群白色的迷路的蝴蝶，在晨光中翩翩起舞。风穿过水塔，穿过防空洞的铁门，穿过那块写着等你的地方的木牌，吹到了这片河岸上，吹动了那些白色的小花和搪瓷盆里的泡面和石头下面的纸条。纸条被风吹得翻了个面，露出了王璐杰早上写的那行字：第44天，红薯干晒好了，给你留了一袋。下面多了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像一个刚学会写字的孩子写的。我吃到了，很甜。